蹉跎百年，却在临死前一息悟道。刚穿越修行世界时，你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一定要修行，长生不死。但现实却给了你狠狠一击，去太上道拜师，第一轮就被筛选出去；去佛教剃度，被说没有慧根；想去魔门，又怕被拿去练万魂幡。你遇不到奇遇，也不敢跳崖寻宝，天骄梦就此破碎。你这才正视自己只是一平凡人，没有出色的天赋，也没有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，而且这些年走南闯北，也见识到修行界残酷的一面。想通了这些，你心灰意冷，打消了继续拜师修行的想法。但一次意外，你遇到了一位受伤昏迷的老道。苏醒后，老道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便带着你来到羽化门破格收入。时间一晃百年过去，当初带你入门的老道已然羽化，你也因为天赋不行，进入羽化门后修行了延长寿命的木系功法，才活到了130岁。但近日你已经有所感应，自己大限将至。回首往昔，你叹了口气，按道理说活了130岁已经很值了，但身处一个修行盛世，自己又是穿越者，却什么都没有混出来。说好的穿越自带金手指呢？这么多年，你没有发现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？穿越前是这样，穿越后还是这样。你叹息一声，慢悠悠地拿起一本道书，默默地看了起来。进入羽化门20年后，你修行基本无望，又不想下山，便申请成为藏经阁管理员，没事干就看书。80年下来，藏经阁里大多数道经他都看了一遍，有的浅显易懂，有的懵懵懂懂，有的如天书一般。随手拿起一本一翻，看起来这里的书他都看过，但每过一段时间还是要重温一下，常看常新，每次都有不同的体验。这本书是一本传记，记载了羽化门曾经惊才绝艳的弟子周生的生平。周生100多年前羽化门大弟子，年纪轻轻就抵达了第7境的绝世天才，被誉为当时修行界第一天才，羽化门复兴的希望。他与魔门斗，与妖族斗，与塞北蛮荒的人斗，无一败绩，力压同一时代所有人，甚至超过了老一辈许多。但他的一生只有短暂的40年。书里记载，这个羽化门天才是犯了大错，与妖族女子成亲，触怒了正道顶尖大派太上道。太上道自诩正道领袖，要维持修行界正义，人妖结合，天理不容。太上道要羽化门交出周生，不然就要制裁羽化门。羽化门自然不愿，竭力维持，但太上道势力太庞大，处处制裁压迫羽化门。周生不愿拖累羽化门，宣布退出羽化门，悄然离去，开始反击。在黄沙古道，他以第7境修为，猎杀了太上道一位第8境的道祖，震惊世界。世人这才知道，周生在这一战中，于极限压力下，将羽化门失传的羽化飞升经悟了出来。羽化飞升经是羽化门师祖传下来的，修行到巅峰可以羽化飞升，乃是世间1等1的无敌功法。但在300年前，羽化门遭受魔道入侵，死伤惨重，高层几乎战死，羽化飞升经也失去原本，变得残缺，威力不在。此后岁月，羽化门一直在努力寻找原本，或者悟出原本，但无一人成功。实在是羽化飞升经需要的悟性太高了，寻常的天才根本不行。但周生成功了，黄沙古道一战惊艳世界，也彻底激怒了太上道。彼时闭关许久，参悟仙道的太上道太上祖师出关，以第9境强横修为，横跨3大洲，在洛水河畔用了7招击杀了周生。这个写书的人在文中言语之可惜，溢于言表。周生的死亡让羽化门上下都十分惋惜和愤怒，太上道的霸道强势也让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沉默。看完这本传记，你感慨道，才40岁，正值最好的时候，也悟出了完整的羽化飞升经，却因为太上道极贤度能，黯然陨落。可惜羽化飞升经才被悟出来，又失传了，能让周生在第7境就能搏杀第8境修士，抵挡第9境7招的羽化飞升经，就这么失传，着实可惜。他加入羽化门的时候，周生刚被击杀，可惜没有见过这位惊才绝艳的天才。你放下书籍，甚是惋惜。突然，叮的一声，你脑海里金光大放，显化出一颗混元金丹，紧接着金丹裂开，一股玄而又玄的气息涌入你内心。下一秒，2行文字出现在你眼前。你认真观看了周生的传记，你很认真，激活悟性逆天。你悟性逆天，领悟羽化飞升经。他惊喜地看着，这就是他的金手指吗？悟性逆天，有点想哭。迟到了100多年，终于还是来了。你没想到自己一如往常认真看书，竟然激活了悟性逆天，领悟了羽化飞升经。他大喜不忘，本已经认命，就在羽化门老死，没想到在生命的末尾还能重新修行。羽化飞升经是世间顶级功法，最擅长便是逆天改命，修复身体。他虽然衰老不堪，生命走到末尾，但只要有羽化飞升经，就有希望活出第20。现在我悟性逆天，是不是可以修行了？你内心大喜。之前他在修行上毫无建树，就是因为自己悟性不行，对修行上的东西反应太慢。现在他悟性逆天，对修行是不是很有帮助？与此同时，一大段记忆涌入他的脑海里。你闭上眼睛，看到了一位身强体健、意气风发的中年人，在黄沙古道强悍地搏杀第8境的绝世高手周生。他虽然是第7境，可施展羽化飞升经如谪仙人，一招一式都极为飘渺，仙气氤氲，打得第8境的绝世高手毫无还手之力。你认真地观看周生施展的羽化飞升经，在他的脑海清晰浮现。从入门到巅峰，周生都为你演练一遍，不由自主的，他开始跟着一起修行。从入门开始打坐修行，吸纳天地灵气。好在藏经阁非常清闲，尤其是这100多年来，羽化门一直被太上道明里暗里的打压，所以门内弟子不多。你可以放心修行，有悟性逆天在，
他修行起来毫无阻碍，十分顺利。羽化飞升经他已经全部领悟，且周生还帮他演练了一遍，所以现在修行起来简直是水到渠成。四周的天地灵气疯狂地涌入你的身体，很快羽化飞升经就覆盖了你之前修行的延长寿命的木系功法。木系功法毫无攻击力，只是延长普通人寿命。你修行了100年都没有突破第一境。此间世界修行分为9境，是要打开身体潜藏的9处禁锢，释放无穷潜力，爆发出无上威力。第一境是打开肉体禁锢，得到超凡力量；第2境是打开骨骼禁锢，获得钢筋铁骨；第3境是打开人体脊柱禁锢，激活人体大龙。此3境为修行的入门3境，只有完成这些，才算是踏入修行的大门。但过去100年，你连第一境都没有跨过去。现在羽化飞升经只是覆盖了木系功法，就直接帮助你突破了第一境。轰，打开了第一境肉体禁锢，你那苍老的身躯宛如干涸的河流，被注入大量水源，草木逢春，万物复苏，它重获新生。一夜修行，当你睁开眼睛，看向镜子里的自己，依旧苍老，但细微之处已然和昨夜不同。手脚有力，肉体坚实，一夜之间，少说年轻20岁。不错，这才刚开始修行，就有如此明显的变化。只要我坚持修行，一定会不断变得年轻。等到突破第2境，就会彻底获得新生。你满意的想，3天时间里，你没有看过其他书籍，没有急着去激活其他悟性逆天，而是沉淀心态，默默修行，将自己身体变好。就在他思考未来的修行之路时，藏经阁来人了，一袭黑色道袍，面如冠玉，气息飘渺如云中仙人。羽化门当代掌教白云飞。白云飞进入藏经阁，看到你颇感惊讶，然后恭喜道：“师兄，一段时间不见，你突破了第一境，恭喜恭喜！”你也愣住，看着自己在羽化门唯一的好友，点头道：“是啊，枯木逢春，侥幸突破第一境。你入门第20年后，开始管理藏经阁，刚巧那个时候白云飞入门，他最喜欢就是来藏经阁看书，一来二去，2个人就熟悉了。和你不同，白云飞天赋很高，1个月突破第一境，3个月突破第2境，1年后突破第3境，是羽化门的希望。只不过这一次，羽化门高层学乖了，不再大肆宣传，反而压着白云飞的名气，让他默默成长，免得引起太上道的嫉妒，导致和周生一个下场。那个时候，白云飞和你玩得很好，他叫你为师兄，哪怕后面他成为羽化门掌教，这个称呼也没变，只是随着白云飞修为逐渐高深，寿元悠久，容颜永驻，一直是娃娃脸，而你逐渐衰老，变成了一个老人。你有段时间没来看书了，你开始煮茶，和白云飞分享，白云飞则毫无形象地躺在你修行的榻上，轻声说道：“最近艰难的事情太多了，搞得我心烦意乱，还是师兄这里清静啊。”藏经阁里，你默默煮茶，在他的对面坐着一位一手托腮、百无聊赖的少年，乍一看好似爷爷和孙子，但他们年纪其实相差不大。师兄这次突破，倒是多了10几年的寿命，兴许可见羽化门覆灭的结局。白云飞叹息一声说道：“你皱眉，倒一杯茶递给白云飞，问道：为何这样说？”白云飞轻轻品茶道：“师兄不是知道吗？”你皱眉道：“是太上道。”对啊，白云飞说，自从100多年前周生前辈那件事情，太上道便开始疯狂针对我羽化门，制裁羽化门，处处封锁，竭力打压，导致我们处境极其艰难。羽化门自从300年前那一战，元气大伤，还失去了羽化飞升经，又经历了周生前辈那件事情，被太上道制裁了100多年。到了如今，羽化门已经坚持不下去了。今年招生本来有几个好苗子，但都被太上道高价挖走了。不仅如此，羽化门的长老一些优秀弟子也走了不少，现在加上我这个掌教，还有10来个弟子，外加师兄你，这就是现在的羽化门。白云飞无奈一笑，神情落寞道：“他接任羽化门掌教的时候，已经是个烂摊子，这些年他竭力修补，可面对强大100倍、1000倍的太上道的疯狂打压，他压力巨大。”你眉头紧锁，他知道太上道一直在制裁羽化门，但没想到竟然这么狠，高价诱惑弟子，挖走门内长老，还用各种手段制裁羽化门。到现在，羽化门大猫小猫2、3只，难怪你觉得最近来藏经阁的弟子越来越少了。原来是这样。白云飞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，然后便去找了一门强大的功法，带着这门功法和你告别，背影显得很决绝。你看着雨中离去的白云飞，颇感无奈，看着逐渐变大的秋雨，你无奈叹息。他能做些什么？他煮着茶，看着雨，陷入一种空灵状态。渐渐的，他思绪放空，感知无限扩大，仿佛是灵魂出窍，在高天俯瞰一切。无数雨水落下，也带来了无数的天地灵性，涵盖天地，每滴雨水都带着生命之气，这些在你的眼里都活了过来。他眼睛越来越明亮，思维爆发，你以观雨有感，激活悟性逆天，领悟生生不息，一行字出现在你眼前。此刻他的思维意识才回到体内，这么一大股生之气息涌入体内，直接帮他冲开了第2境的门槛，以观雨领悟生生不息，顺带突破第2境。生生不息乃是一种特殊功法，如若你与人交战，耗尽真气，便可以施展这门功法，从天地万物中获得新的能量，回到巅峰。刚才你就是从泥土草木间、溪水中获得了能量，这才突破第2境，这才是生生不息的最大功效。意外突破第2境，你的身体又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原先满头白发，现在已经灰白交杂，面色红润，没有褶皱，乍一看也就是50岁的老道士，寿命更长了。但好像羽化门要没了，你哭笑不得道：“师弟来藏经阁一趟，你仔细思考，已通知了白云飞，你想将羽化飞升经交给白云飞，振兴羽化门，只有这样，羽化门才能传承下去，而他也可以继续待在藏经阁，安静的修行，悟自己的道。经历刚才的雨中悟道，你知道自己未来有无限可能。一本羽化飞升经根本不算什么。”很快，白云飞来到藏经阁，诧异的看着你：“师兄唤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”你没有卖关子，将羽化飞升经口述出来，悉数告知白云飞。白云飞
越听越惊讶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你，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是自己认识80年的师兄。等到你诉说完毕，白云飞咽了咽口水，结巴道：“是师兄从哪里获得的羽化飞升经？”你笑笑道：“我悟出来的。”白云飞这才注意到，你竟然突破到第2境了，刚才喝茶的时候可没有突破呀。师兄，您这是一招顿悟，平地起青云啊！白云飞感慨道：“羽化飞升经交给你了，对外就说你自己领悟的，我不想出风头，继续在藏经阁内安静修行。”你叮嘱道：“有了羽化飞升经，我就有把握突破第8境，守住羽化门，绝对不会打扰师兄的修行。”白云飞坚定道。白云飞走了，带着羽化飞升经走了。有了羽化飞升经，白云飞突破第8境希望很大，到时候他就是道祖级别，人间顶级高手。除非太上道第9境的老祖出关，但听说太上道老祖一直都在闭关，想勘破9境，已经100年不曾出现了。你默默思索，只要白云飞不过分高调，羽化门算是保住了。翌日，大日初升，朝霞满天，修行一夜的羽化飞升经，你吐出一口浊气，起身洗漱，喝一口山涧甘甜的露水，采食朝气，吞吐之间将体内的杂质排出来。随后他点上一根檀香，煮上一壶清茶，拿起一本经书，默默翻阅，参悟起来。这书里记载了上古时期有神像踏破大地，有真龙纵横天穹，神像和真龙力大无穷，是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。后来有杰出者参悟神像和真龙，创造了无数功法，开启了一个修行盛世。那个时代叫做龙象时代。你看着逐渐入迷，他认真钻研神像和真龙的特质，还参考了其他书籍，逐渐有了灵感。这些灵感汇聚在他脑海里，碰撞爆发出火花，最后一行字出现在你眼前。你认真研究上古龙象，激活悟性逆天，领悟龙象之力。你的脑海里涌现一段记忆，龙象之力是将肉体当成上古神像真龙来修行，在体内诞生龙象之力，打破极限。我这具身体本就腐朽，虽然现在修行显得年轻一些，但底子不行，所以需要好好的打磨。这龙象之力刚好可以弥补这个缺点。你欣喜道，立刻开始修行起来。一旦体内诞生了龙象之力，它也等于淬炼了全身，到那个时候便可以打开人体大龙，进入修行的第3境。修行前3境都是关于肉体，只有将身体打熬到巅峰，才可以踏入下一个层次。日升月落，昼夜交替，你在藏经阁里默默修行，兔走乌飞，转瞬一夜，天边刚泛起一丝鱼肚白。藏经阁内，你长身而起，抖落了1个月的灰尘，1个月闭关，搬运气血，终于调理了身体，得到了一龙一象之力。你欣喜道，此刻的他面色如玉，肌肤白皙，发丝乌黑，眼眸明亮，完全没有了老态。现在地塔反而像一个30来岁的道士，风神如玉，身躯挺拔，剑眉星目。这个月的闭关收获太大了，你感慨道。他拥有了一龙一象之力，也凝聚了几柱大龙，进入第3境，身体打破旧的桎梏，回到巅峰，更上一层楼。同时他也为以后的修行打好了根基。修行之路漫漫，无将上下而求索。修行之路漫漫，无将上下而求索。看着初升的朝阳，你坚定道，闭关1个月后出关，已经进入了冬季，时值寒冬，大雪封山，鹅毛大雪自9天飘落，泼泼洒洒，为羽化门的山峰披上了一层不染纤尘的白衣。抬眼望去，山野之间一片素白，银装素裹，美得令人炫目。羽化门，藏经阁，看着那泼泼洒洒的大雪，你一袭白衣道袍，端着茶杯在走廊里欣赏着。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，伴随着清脆的声音：“师兄好雅兴啊！”你头也不回道：“你不去闭关修行羽化飞升经，怎么来我这里？”白云飞和你并肩道：“接下来是要闭关修行羽化飞升经，所以有些事情想拜托师兄。”你为白云飞倒一杯茶，好奇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想请师兄传授这几个弟子羽化飞升经。白云飞伸手一招，2男1女走进藏经阁，面色稚嫩，个头不高，都是10来岁，模样怯怯地看着你，叫师伯。白云飞沉声道：“师伯好。”3个孩子乖巧地喊道。你点头，然后狐疑地看着白云飞。白云飞说道：“这3个孩子都是孤儿，被我收入门下，天赋很不错，值得培养。但我接下来要闭死关，突破第8境，所以想要师兄教导他们羽化飞升经。闭死关，那羽化门怎么办？”你没有立刻答应，问道：“封闭山门，不与外界接触。”白云飞沉声道：“其他弟子会同意吗？”你问道：“哪有其他弟子？羽化门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。”白云飞苦笑道：“你看着那3个小不点，看着白云飞，又看了看自己，合着羽化门上下就剩他们5个人了。过去的1个月，太上道再次发力，诱惑走了其他弟子，而且切断了羽化门所有出去的路，将羽化门变成一座孤岛，没有人敢靠近，也没有人敢和我们联系。”白云飞脸色阴郁道：“这么过分？”你皱眉，要不是我展现了第7境的修为，恐怕现在太上道的人已经将羽化门侵占了。白云飞无奈说道：“他们是想把我们封锁死。”你压着怒火：“太上道欺人太甚，所以我才要闭死关。等我突破第8境，有羽化飞升经在，到那个时候，就是要太上道付出代价的时候。”白云飞坚定道：“这段时间就麻烦师兄照顾一下这3个小家伙，指导他们修行。现在羽化门内还有一些资源，他们3个人吃个几年没问题。”白云飞说道。你看这3个小家伙，点头道：“好，我会照顾他们的。你安心闭关，早日突破。你们3个记住要听师伯的话，好好修行，知道吗？”白云飞严肃地对3个弟子说道。3个小人乖巧地点头。白云飞这才满意，朝着你鞠躬道：“以后就麻烦师兄了。”你点头道：“去闭关吧，我会认真教导他们的。”白云飞点头，然后大步流星离去。藏经阁内只剩下你和3个10来岁的孩子，3个孩子都拘谨地看着你。你们叫什么？你温和问道。温星云，唯一的女孩第一个开口。周天子，这是一个消瘦个子矮小的男生。岳大山，这是一个很胖的男生，人如其名，10来岁就像一座小山，长大了肯定是一座大山。我叫令九凤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跟着我修行，就住在这藏经阁里，等你们师父闭关突破。你说道：“我们听师伯的。”岳大山憨厚一笑，
摸了摸脑袋，那现在跟着我一起开始练起修行吧。你很认真，开始手把手传授他们羽化飞升经。3个孩子的天赋真的不错，一听就懂。经过你指点后，便可以引气入体，比没有觉醒悟性逆天前的你天赋不知道高多少。难怪白云飞会收他们为徒，把他们视为羽化门复兴的希望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现在羽化门已经没人了，而且还被封锁，出不去进不来，所以山野之间一片肃静。这种肃静你还挺享受。他每日早起，教导3个孩子修行羽化飞升经，然后就让他们自己修行去，他自己则开始看书修行，凝练五脏六腑。3个孩子很独立，饿了就自己弄点吃的，吃完就刻苦修行。你和他们聊过，知道他们几岁就成了孤儿，一路颠沛流离，险死还生。幸好遇到了白云飞，收入门下，带到羽化门，也是因为自小悲苦，他们格外珍惜现在的一切，没有一个人偷懒，都在刻苦修行，看得你十分满意。他一边看书，一边凝聚体内五脏之气。3个月他只凝聚了心之朱雀，接下来他要凝聚肝之青龙，这是急不来的。所以你一边看书，一边提升自己。好在现在羽化门已经被全面封锁，没有人打扰，他可以安静地提升自己。这次看的是一位前辈的传记，这位前辈是一位剑道高手，书里记载他的剑道超越9境，执天之道，以天地草木为剑。他有一门可怕的剑法，那剑法不靠外物，只靠剑道领悟。你剑意领悟的多，剑法就越厉害。巅峰时期，一草一木都可为剑。这位高人凭借这门剑法傲视天下，就连行事极其霸道的太上道，在他面前也不敢高声说话。但很可惜，他如流星一般绚烂，很快就消失不见。有人说他被暗杀了，有人说他已经离世，有人说他隐世修行，各说纷纭。唯一可惜的是，他那可怕的剑法没有流传下来，后人无法一窥究竟，只能凭借想象。以草木为剑，到底有多可怕？你合上书籍呢喃道。他闭上眼睛，构想着这位高人的剑法，不拘泥于外物，不拘泥于形体，追寻本心，天地万物，一草一木皆可为剑。在你的脑海里，轰的一声，如混沌砸开，一根草飞出，朝着日月星辰斩去。轰！日月星辰纷纷坠落，大地塌陷，万物奔涌，剑气如长城横亘天地间，唯有那根草，还是那根草塌陷，万物奔涌，剑气如长城横亘天地间，唯有那根草，还是那根草。这一刻，你福临心智，眼前浮现了一行字，你认真参悟，激活悟性逆天，领悟草木剑法。你的脑海里多了一门极致杀戮的剑法，草木剑法，专修本心，领悟剑意，如此便可一草一木皆可为剑。有了这门剑法，我足可以斩杀第5境修士。你很有信心说这句话，领悟了草木剑法，你的日子还是一如往常。他哪怕修行了草木剑法，现在也没有出手的对象。羽化门外那虎视眈眈的太上道倒是一个好对象，可他现在的修为太浅，还需要沉淀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你每日除了激发五脏气息，凝聚五行神兽外，还需要领悟剑意。草木剑法是需要剑意来驱动的，剑意越强，草木剑法越强，你自然不可能放弃。和五脏神兽一样，每天领悟一点，慢慢积累，自然就多了。时间慢慢过去，一眨眼1年悄然流逝。过去1年里，你以平均每3个月1个的速度凝聚了其他4大神兽。1年后的他已经站在第4境的巅峰，体内五脏圆满，五行神兽居于其中，形成了完美循环。朱雀、青龙、白虎、麒麟、玄武5大神兽将你的力量直接推到了10龙10象之力。现在他一拳打出去，足可以镇杀第5境修士，都不需要依靠草木剑法。加上草木剑法，他都敢和第6境修士碰一碰。毕竟过去1年里，他的草木剑法剑意着实领悟了不少。这1年里，你和3个师侄都没有出去，也没有人进来过，羽化门真的变成了一座孤岛，无人问津。但这对你来说不过如此，他不出去也可以安静修行。藏经阁内，茶香袅袅，檀香四溢，你和温星云、周天子、岳大山坐在一起品茶。3个孩子过去1年刻苦修行，没日没夜的，终于将修为提升到了第2境，11岁的第2境，这拿出去绝对惊爆一地眼球。即便是太上道，也没有11岁第2境的天才。好在现在羽化门被封锁，这几个人无人知晓。要是让太上道知道他们，那恐怕早就打进来了，要么转投太上道，要么就地击杀，没有第3个选项。师伯，我还要修行呢，您叫我饮茶，我喝不出味道来。岳大山抱怨道。长了1岁的他身体更加强壮，个头飙升到1.8米，300多斤，完全就是一座大山。师伯，这是叫你劳逸结合，1年到头奔走不停，总要停下来歇一歇，规划一下未来。温星云纤纤玉手拍了一下岳大山，说道：因为修行，温星云也长开了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不施粉黛，面容带着让人惊艳的美，一看就是未来倾国倾城的美人。一旁剑眉星目、堂堂玉立的周天子莞尔一笑，让大山静下心喝茶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看这3个孩子，不禁感慨，修行真的会让人快速成长。短短1年多的时光，他们就褪去稚气，有了少年感。好了，别抱怨了，喝完这杯茶，你就去休息。你没好气道。岳大山嘿嘿一笑，端起茶杯一饮而尽。牛角牡丹，你气得瞪眼，也不给他倒了，自己慢慢品。温星云白了岳大山一眼，这茶虽然只是山里面长出来的，可是师伯亲自去采的，被你这样糟蹋，真的不懂得欣赏。岳大山喝完茶也没有走，反而躺在茶榻上问道：师伯，你说太上道的人把我们围起来，也不进宫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说道：进宫，你师父可还活着呢？师父是第7境的修士，可太上道那么强大，会怕一个第7境修士吗？温星云也好奇问。灭了羽化门，他们如果没有把握击杀你师父，那往后岂不是多了一个躲在暗处的敌人？你说道。所以他们不灭我们，只是封锁住，这样师父也走不掉，也不能与他们为敌。周天子说道。你师父在等突破，
太上道的人恐怕也在等，就看谁先等到了。你猜测到，围而不杀。太上道其实已经将羽化门逼到绝境，但他们不进攻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解决掉第7境的白云飞。如果能解决掉白云飞，那恐怕他们早就进攻了。是，他们没有办法解决掉第7境的白云飞，如果能解决掉白云飞，那恐怕他们早就进攻了。太上道不是有好几位第8境的道祖高手吗？岳大山说道。太上道又不仅仅只有我们一家敌人，以太上道霸道的行事风格，能没有其他敌人吗？你回答岳大山，那就只能期待师傅早日突破了。温星云叹息一声，你们去修行吧，这些事情不是你们该考虑的，有我和你们师傅呢。你把他们轰走了，自己一个人安静品茶。他看向窗外，崇山峻岭之外有一张无形的网，你能感觉到这张网过去1年里拉近了许多。太上道不是一味的围困羽化门，他们也在缓慢推进，只是还有点畏惧白云飞。只要白云飞不出现，太上道第8境道祖不来，羽化门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。因为第7境修为里，白云飞已经展示过自己的强大。不管那么多，趁着太上道还没有进攻，早日突破第5境，届时我也算有了一些自保能力。你喃喃道，他现在已经第4境圆满了，凝聚了5脏神兽，肉身已经圆满，接下来就要修炼元神。第5境打开元神，关于元神修行，你查看一本道经，认真观看起来。道家书籍上说，人之元神是精气神的合聚，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。有肉无魂，那不过是行尸走肉。想要突破第5境，打开元神，则需要凝聚精气神，铸造一个元神，然后打开元神，离开躯体，神游天地。如何离体，你不知道，但道经上记载，最简单的不过是左脚踩右脚，然后跃出泥丸宫。你不禁皱眉，这也可以吗？他继续看书，书上还说了，人体有无限可能，也有无限宝藏，首当其冲便是元神。元神有诸多奇异能力，不可探究，需要激发想象力。比如把肉体当成一座囚牢，元神被困其中，那左脚踩右脚，就如犯人越狱。又比如把元神当成一叶扁舟，肉体是浩瀚大海，元神在大海里飘荡，找到新的大陆。你看得入迷，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，在其他人看来很不靠谱，但你就喜欢这样的。修行已经够不可思议了，还要循规蹈矩，那你修个锤子。看着看着，你的脑海里无数想法碰撞，擦出火花，关于元神方面的信息正在对它缓缓打开。你感觉自己摸到了门槛，它沉溺其中，不可自拔。那些碰撞在一起的想法慢慢汇聚，变成了2句话，出现在你的眼前。你认真阅读道经，开拓思维，你对神魂有了很多理解，激活了悟性逆天，领悟元神超脱法。看到书竟然领悟了元神超脱法，这是意外之喜。其实羽化飞升经上就有元神修行的方法，按照那个修行也可以凝聚元神，然后元神离体，但速度较慢，优点就是根基扎实。现在有了元神超脱法，结合羽化飞升经修行，必然事半功倍。你果断修行。他先是点燃熏香，沐浴更衣，然后告诉温星云3人不要打扰自己，然后再回到房间，盘膝打坐，清空思想，开始修行，以羽化飞升经为主，元神超脱法为辅，凝聚他的精气神。一般人的精气神是散乱的，哪怕是第4境的修行者，也无法控制自己全部的精气神，只能说比普通人强大些。所以第4境修士对上第5境，光是元神一项便不足以抵挡。第5境修士可以击溃第4境的精气神，让他浑浑噩噩，如坠地狱，好似生了一场大病，难以聚精会神，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，发挥不出1/10的力量。修行到了第5境，也被称为元神宗师，超脱了5道高手层次。你这一次打算全心全意突破，不凝聚元神，绝不出关。此时正值夜晚，你开始凝聚自己的精气神，从身体各处涌现，千丝万缕汇聚在眉心，缓缓凝聚。现在只是一团不成规则的虚幻意识，眉心缓缓凝聚。现在只是一团不成规则的虚幻意识。随着你运转羽化飞升经和元神超脱法，这团不成规则的虚幻意识也开始变得圆润，被2种功法控制了，就像是捏泥人，把一团泥巴捏成一个人形。凝聚元神也是如此，将不成规则的精气神汇聚，揉捏，然后塑形，最后变成和你一样的小人。这就是元神。你一点点揉捏，在它揉捏过程里，天穹上璀璨的星光直接照射下来，透过窗帘落在你的身上，顿时一种安宁、深邃浩大的质感从元神里散发出来。星光在安抚它的元神，这是元神超脱法吸引来的星光。之前散乱不成规则的精气神，此刻慢慢成型，这是一片浩大的星海，深邃璀璨。在星海当中，有一个巨人诞生。这巨人脚踏星河，闭着眼睛，安静沉睡，周天星辰围绕着其旋转。这一幕极其唯美，那是你的元神，在星光的帮助下，终于凝聚成功了。下一秒，凝聚成型的元神带着浩瀚星海涌入了你的眉心，轰！你眉心破开，识海涌现，元神居于其中，他的境界也是顺利破入第5境，元神宗师。这一刻，你全身力量都在暴涨，一个呼吸长了一龙一象，远没有停止。星光入脑，让你感觉全身清凉，好似沐浴在仙灵之气当中，全身毛孔都在吸收天地灵气，整个人飘飘欲仙。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太久，当你的力量飙升到了30龙30象的时候，一切异象都消失了，你回归本心。他还是那个坐在蒲团上打坐修行的道人，在他眉心一片星光当中，元神状态下的你正在好奇张望。第5境还差一步，打开元神，也就是元神离体，遨游3山5岳。但是该如何元神离体，你不由得想起之前看的那本道经，左脚踩右脚，跃出泥丸宫。你果断尝试，在他的识海里，一片浩瀚星海围绕着元神。下一秒，元神左脚踩着右脚，猛然往上提了一步，没有掉下来。你大为吃惊，然后就是欣喜。果然，元神这东西就不能以常理夺之。就这样，你的元神在识海里左脚踩右脚，不断拔高，好似登天梯，来到泥丸宫的最深处，然后聚集所有力气，用力一跃，轰！好似撞破了世界。这一刻，天上群星闪耀，从那无比遥远的虚空当中折射下无穷长的光，进入了你的元神里。星光入体，如梦似幻，
让你的元神变得强大。片刻后，你才熟悉这种感觉。定睛一看，才发现元神已经离体了。看着打坐修行、面色沉稳的自己本体，就觉得一阵惊喜。这是你第一次这么直观地看着自己。他围绕着本体转圈，感受元神状态下的自己，和真实的肉体触感完全不一样。在元神状态下，一切都轻飘飘的，似乎一阵风都能把它吹走。我的元神才凝聚，还是太脆弱了，要持续加强。我看到书上说，有人的元神比本体还要强大，修行到极致，元神还要渡雷劫，那是何等的强大！你喃喃道。转圈后，你的元神贴在了肉体边缘，一样盘膝打坐，呼吸修行元神超脱法。你施展自己领悟的功法，吸纳夜晚那璀璨星河，随着他的一呼一吸，璀璨银河也跟着闪烁，频率一样。呼吸间，无穷星光入体，落在他的元神里，强化刚刚凝聚的元神体，落在他的元神里，强化刚刚凝聚的元神。这一刻，他的元神就像是一个空瓶子，星光如水银落在瓶子里，逐渐将瓶子充满。这一刻，你肉体和元神都被星光包围洗涤，他的肉体和元神都静如琉璃，纤尘不染，如明镜之台，可以倒映诸天。在修行当中，你的意识感应不断扩大，从书房扩展到了整个藏经阁。他看到温星云、周天子、岳大山在努力修行，他看到了青草挤破泥土，顽强的生长，他看到了河水奔涌，蜘蛛捕蚕，事无巨细。只要你想看，那他就能看到。温星云三人完全不知道，这就是元神的力量，超越了肉体境界。我的感知范围到底多大？你突发奇想，他不断的扩展自己的感知，延伸出去，想知道具体范围。脱离了藏经阁，他的感知笼罩整个羽化门，还没有达到极限。你继续扩大范围，他看到了群山，看到了野兽，看到了3个人。你突然一惊，他看到的人穿着太上道的衣服，懒散的坐在一起聊着天。这3个人都是太上道的弟子，修为也有4、5境，可他们完全感知不到你的意识，自顾自的聊天。你本想退走，但他们下一句话让他停住了。都围着羽化门1年多了，为什么不直接灭了？反正也没有几个人。是啊，依我看，直接灭了羽化门多好，省得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。说话的是2个第4境的弟子，他们在问第5境的元神宗师。你的意识感应没有退走，安静的聆听。他也想知道太上道的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。第5境的元神宗师开口道：如果事情和你们说的这般简单，那就好了。这里面很复杂吗？一个第4境弟子不解问道。对啊，这羽化门的弟子长老都被我们诱惑过来了。现在的羽化门从上到下就只有5个人，一个掌教，3个弟子，还有一个100多岁的老废物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另一个弟子不屑道。第5境的元神宗师摇头道：其他几个人不足为虑，但只要羽化门的掌教白云飞不死，羽化门就灭不掉。为什么呀？他不就是一个第7境的修士？我们太上道也有很多第7境呢，而且围困羽化门的青山长老就是一个第7境。第4境弟子立刻说道，十分不解，他们一群人竟然被一个白云飞吓住。第5境的元神宗师低声道：庆山长老和白云飞交手过，但只是一招，他就被击败了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庆山长老说了，白云飞已经站在第7境的巅峰，一旦我们冲过去灭了羽化门，逼得白云飞大开杀戒，倒霉的可是我们。你听到这些话，眉头一挑，没想到那个一只娃娃脸的白云飞既然这么强大，但仔细一想也十分合理，毕竟白云飞是和周生一样被誉为羽化门不出世的天才，就算这个白云飞很强大，但他也只是一个第7境。我们太上道有很多位第8境道祖，让一位第8境道祖来击杀了白云飞不就行了吗？一个第4境弟子说道。是啊，早点解决羽化门，我们就不用守在这里了，到时候带着羽化门所有的藏书回去，可以继续修行。另一个第4境弟子跟着点头。你们当第8境道祖那么清闲吗？第5境的元神宗师没好气道。最近百万大山里出现了神兽幼崽麒麟的踪迹，太上道的第8境道祖全都去了那边，哪里顾得上一个小小的羽化门？全都去了那边，哪里顾得上一个小小的羽化门？要是找到幼年麒麟，那我太上道直接可以一统道门，展望天下，域内无敌。第5境元神宗师低声说道。2个第4境弟子倒吸一口冷气，然后便兴奋起来。和幼兽麒麟比起来，羽化门灭不灭根本不重要。你也一惊，幼兽麒麟可是神兽啊，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了，没想到现在出现了。看来羽化门现在还没被灭，倒是沾了这幼兽麒麟的光。你默默地想。这时第5境元神宗师得意道：不过我前几天收到消息，我太上道一位长老必死关100年，终于突破了第8境，成就道祖名号，只等他稳定了境界，便会来这里灭了羽化门的。真的吗？我太上道又多了一位道祖，可喜可贺呀，终于要灭了羽化门了，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回到宗门里继续修行。2个第4境弟子兴高采烈，你则是面沉如水。没想到听到了这么凶险的消息，太上道多了一位第8境道祖，只等待他稳定境界，就会过来灭了羽化门。白云飞挡得住吗？他能在这段时间里突破第8境吗？要是他挡不住，那就要想后路了。这一瞬间，你脑海里思绪翻涌，想了很多。这时，那位第5境元神宗师又开口了：好了，这个消息给我憋在心里，谁也别说。第8境道祖要稳定境界，最少也是半年，我们再熬半年，知道吗？2个第4境弟子乖巧的点头。半年就半年，日子有了奔头，心里就开心。你见他们不再讨论，意识缓缓退走，回到本体。藏经阁书房里，你睁开眼睛，一旁的元神也结束修行，回到体内。你不由得把目光看向了白云飞闭关的地方，那是羽化门的掌教大殿，位居高山之上，在云雾之间有一座金顶大殿，如同仙宫一般。白云飞就在里面闭死关，气息平稳，一直都没有变化。你不知道他能否在半年时间里突破到第8境，我还是努力修行吧。如果我能在半年后突破第6境，那就算打不过第8境，还可以带着3个小家伙，还有这里浩瀚藏书一起逃走。你内心喃喃，实在打不过，只能避其锋芒。要是再给我几年，第8境道祖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，可惜时间太紧迫了。你叹息道。第6境感悟道运，可是到底如何感悟道运？你现在一头雾水，
他才突破第5境，哪怕一次性凝聚了元神，也让元神离体了，完成了别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。但本质上，他就是才突破第5境半年时间，想要领悟道运，何其艰难，有点心烦意乱，索性走出房间，来到藏经阁，看到他出来，正在修行的3个弟子立刻靠近。师伯，您突破了。师伯，您现在是第5境元神宗师了吗？师伯，您太厉害了，100年积累，一招顿悟，完全可以举霞飞升了。3个人接连夸赞，亲密地围着你。长时间相处，大家的感情变得真的如家人一般。看着青春活力的3个小家伙，你哈哈一笑，突破了第5境元神宗师。你哈哈一笑，突破了第5境元神宗师。看着3个活泼可爱的小家伙，你把心头的烦躁压下道：你们修行里有什么不懂的？现在可以问我。3个小家伙依次把自己的困惑说出来。你是个很好的老师，手把手的指点他们。3个小家伙倒也聪明，一听就明白，解答了他们的困惑。你就让他们独自去修行，他则是去看书。这一日夜晚，突然你在藏经阁里感应到了第4个人，他猛然坐起。藏经阁只有温星云3人，白云飞还在闭关。那这第4个人是谁？一个贼眉鼠眼的男子看着藏经阁浩瀚的藏书，脸色一喜，桀桀一笑：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！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来了。羽化门果然不行了，整个宗门只有5个人，那最高山峰上庞大的气息，恐怕就是羽化门掌教。我得小心点，不能被他发现。其他的人都是废物，不值一提。贼眉鼠眼的男人拿起一本道经，迅速翻阅，发现不是，放回原处，立刻去找了下一部道经，一边找一边喃喃自语：300年前，魔门的释迦魔王作乱修行界，击杀了无数高手，打得太上道都瑟瑟发抖，无比猖狂，最后更是打上了羽化门，抢夺羽化飞升经。但谁也没想到，当时的羽化门内竟然藏着3尊第9境的老道，3个人围杀释迦魔王，打得天昏地暗，魔门的人纷纷来袭，羽化门也全部参战。那一战极其惨烈，释迦魔王战死，羽化门3尊第9境羽化，其余弟子更是死伤惨重，就连羽化飞升经都打得残缺，羽化门一蹶不振。太上道坐收渔翁之利，趁机崛起，处处打压羽化门，让羽化门疲于应对。可世人不知道的是，那一战释迦魔王战死，他主修的十殿阎罗功法会自主掩饰，所以被当作普通秘籍，收藏在羽化门藏经阁。要不是我找到释迦魔王遗留的手札，恐怕这门至强至刚的魔门大法将永远明珠蒙尘。贼眉鼠眼的男人越说越激动，他仿佛看到了自己修行了10殿阎罗，晋升第9境，一统魔门，睥睨天下的画面，激动的他脱口而出：重振魔门荣光，吾辈义不容辞。你在暗处听到这些话，若有所思，原来是为了300年前那个大魔头的功法来的。不过那个时候，羽化门虽然杀了释迦魔王，但付出的代价太惨重，高层基本阵亡，新生代弟子迫不得已顶起大梁，各种事情要处理。10殿阎罗这门功法还真有可能遗落在藏经阁里。你没有打扰对方，让这个贼眉鼠眼的男人替自己找出来。贼眉鼠眼的男人很卖力，羽化门历代收藏的书籍不知多少，上下好几层，无数的书架，想在这里面找出一本秘籍实在是太难。尤其是你不知道10殿阎罗这门功法是什么样子，尤其是他会自主掩饰，很可能伪装成一本普通的道经。贼眉鼠眼的男人很卖力，一直在找，可直到天亮，贼眉鼠眼的男人都没有找到。他没有气馁，反而找了个角落藏起来，一动不动，也不吃喝，将自己的呼吸降到最低。如果不是你用意识观察到，根本察觉不到这里竟然藏着一个人。这里竟然藏着一个人，或许他就是这样，才能躲过太上道的封锁，进到羽化门来。你喃喃，他当作不知道，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。到了夜晚，你和3个孩子都在修行，贼眉鼠眼的男人出动了，沿着昨天晚上停下的地方继续寻找，非常卖力。1天、2天、3天，一直到第10天，贼眉鼠眼的男人将藏经阁翻了一大半，终于在这一天晚上找到了那本自主掩藏的10殿阎罗。贼眉鼠眼的男人捧着10殿阎罗，激动地落泪，颤抖道：你可真是让我一顿好找啊！这时你开口道：谢谢你帮我找到这本秘籍。贼眉鼠眼的男人迅速将秘籍藏在背后，转身怒视你：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？从你踏入藏经阁的第一步，你如实道，所以这些天我在努力找，你就躲在后面看。贼眉鼠眼的男人气炸了，为了感谢你的努力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你认真道：老子不饶你！贼眉鼠眼的男人怒气翻涌，压抑不住，直接朝着你袭来。他的手掌金光大放，带着浓浓的金铁之意，好似一柄金刀朝着你劈砍过来。贼眉鼠眼的男人是第5境高手，自然有自己的绝学，这金刀掌法就是他苦修半辈子的绝学。他也是怒极，一出手就是绝学。想到这些天他在辛辛苦苦寻找，你就在一旁看着，简直要气炸，眼眸凶横，就是要击杀你。面对这一掌，你毫不退让，也是一掌打出，只是他的手掌没有任何光芒，只是肌肤如玉，手指修长，双掌相交，金刀掌法一往无前，带着强横的气势袭来。可是他碰到你的30龙30象之力，瞬间，贼眉鼠眼的男人身躯一震，就像是被一座大山碾压，咔嚓咔嚓，浑身筋骨断裂，内脏粉碎，五官充血，整个人变成了一个小红人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你。你叹息道：我其实想饶你一命的。贼眉鼠眼的男人倒下了，面色上除了全身通红外，并无差别，但在内在全都碎了，被你30龙30象震碎了。就一掌之力，对第5境修行者来说，30龙30象太恐怖了，完全无法匹敌。你将这个贼眉鼠眼的男人尸体带出了藏经阁，在一座山头用真气炸开一座大坑，就地掩埋，算是有了一片栖息之地。随后你回到藏经阁，查看起10殿阎罗这本秘籍。10殿阎罗这本秘籍外形很不起眼，打开一看，内容又杂乱，所以才没有被人注意。但你认真审查这本秘籍，输入真气，不断的激活，看似普通的秘籍缓缓变色，
书页上有暗金色光芒浮现，带着幽深的气息，一眼看去，仿佛可以把人的精气神吸进去。传闻300年前的释迦魔王超凡入圣，靠的就是十殿阎罗这本功法。这是一本神奇的功法，修行成功可以在体内凝聚传闻中阎罗地狱十殿阎罗，借助十殿阎罗的力量壮大自己。你再认真翻阅十殿阎罗这本秘法，仔细研究，哪怕是藏经阁里这么多书，这么多修行功法，可比得上十殿阎罗的，也只有羽化飞升经。也只有羽化飞升经，不管是魔门还是道门，亦或是佛门，我都可以修行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修百家之长，容万法之源，铸造我的无敌法。你拿着十殿阎罗回到书房，一盏孤灯，彻夜挑读，时间悄无声息过去，夜色溜走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落下来，你脑海里对十殿阎罗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。他想起了道家典籍里的地狱，18层地狱、十殿阎罗、牛头马面、勾魂使者等等。他又想起了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也有地狱和阎王的记载。地狱一直都在世人的想象中、传说中，具体是否存在无人知晓，但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相传。十殿阎王分别是秦广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武官王、阎罗王、变成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平等王、转轮王。十殿阎王各司其职，各有作用，十分强大，支撑起了地狱。手底下有无数鬼兵鬼将，想修行成功十殿阎罗这本功法，则需要观想出十殿阎罗，将他们内入体内，形成恐怖的战力。所以你在脑海里不断幻想出各种地狱场景。他的体内在脊柱大龙处有能量翻涌，开辟出了十殿阎罗的居所。你将十殿阎罗存放在脊柱大龙里，每一节脊柱大龙存放一殿阎王，合起来便是十殿阎罗，撑起了你的脊梁。到那个时候，他肉体的龙象之力加上十殿阎罗结合在一起，会爆发多强大的战力。我以羽化飞升经和元神超脱法修炼元神，以龙象之力和十殿阎罗修炼肉体，互不打扰，但又互相牵连。元神和肉体双修，共同抵达传说中的第9境。届时我的身体居住着观想来的群魔，元神里容纳领悟的诸神，两者结合，说不定可以打破近来一直没有人打破的第9境壁垒。你有着很大的憧憬，他的修行路便是海纳百川，庐阳百经。他以元神撑起那传说中的诸神，他以肉身镇压那地狱里的群魔。天地之间，唯我独尊，这就是你接下来要走的路。虽然现在没什么，但他坚信持续走下去，他的肉体和元神都会超脱。如此这般，你在默默地开辟十殿阎王的居所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你沉下心，全心全意修行，脊柱大龙被一一打开，观想过来的十殿阎王居住进去，随后便开始了运转功法。轰隆隆，在你的体内，能量如洪水一般冲刷着他的肉体。原先30龙30象的庞然大力，被这股能量冲刷洗礼，变得越发强大。这一刻，你的五脏六腑盘踞着五行神兽，发出咆哮。脊柱大龙居住着十殿阎罗，跟着轰鸣震荡，震荡他的肉身。在你的识海，元神环绕星辰，一起震荡，他的力量开始拔高，从30龙30象直接抵达了40龙40象。你的境界也在拔高，抵达了第5境元神宗师的巅峰中的巅峰，直接抵达了40龙40象。你的境界也在拔高，抵达了第5境元神宗师的巅峰中的巅峰，但依旧没有突破第6境。这一日，阳光和煦，微风拂面，日照大地，万物复苏，冬雪消散，春日降临。藏经阁内茶香扑鼻，檀香清新。你一边煮茶，一边查看3个小家伙的修行。3个小家伙一直都很勤奋，不曾懈怠，所以进度很棒。只是修行本就是开头容易，越往后越难。3个小家伙都困在第2境的巅峰，迟迟进入不了第3境，所以今天他们让你来指点他们，想破开第3境的门槛。等到3个小家伙修行结束，立刻跑到你身边，眼巴巴地看着他。师伯，我到底该怎么样才能突破？温星云作为大师姐带头问道。另外2个小家伙都眼巴巴地看着你，你笑笑道：你们修行没有任何问题，只要继续积累，第3境很简单的，不要心浮气躁。师伯，现在羽化门危在旦夕，所以我们想早日突破，好帮到师伯和师傅。温星云急切道：是啊，那太上道欺人太甚，竟然围剿我羽化门，我想早日强大起来，为宗门出一份力。周天子说道：师伯，我们知道您知识渊博，也知道修行急不来，但眼下局势不妙，还请师伯多多指点。岳大山诚恳道：你看3个小家伙满脸真诚，心头一暖，想到了距离太上道那位刚突破第8境的道祖到来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不由得说道：你们现在除了羽化飞升经，就没有修行别的功法了吧？3个小家伙一起摇头，你便说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我分别传你们一门功法。3个小家伙眼前一亮，兴奋地看着你。温星云，你是女子，但性格坚韧，毅力出众，我便传你草木剑法。周天子，你为人沉稳，性格大气，喜好钻研不同的东西，我传你十殿阎罗。岳大山，你体质特殊，内蕴神秀，有无限潜力，我传你龙象之力。传授3个小家伙功法，你本就有此打算。有些功法是前人创造，有些功法是你自己悟出来的，但无论哪种功法，都需要人练，需要人传承，才能大放光彩。如果他守着这些功法不传下去，那也就是他一个人在自娱自乐。至于别人学了他传下去的功法，超越了他，你一点都不担心。心如大地者明，形如神墨者彰。修行之人本就要心胸开阔，不能拘泥于眼前一点蝇头小利。若是连这一点胸襟都没有，那他又如何展望更高的境界？本身修行这条路就是越走越孤独，而且一本秘籍的威力是取决于修行者的意志。同一本修行功法，在不同的人手里展露出来的威力绝对不一样。现在你将自己领悟的功法传下去，等到这3个小家伙成长起来，他早就领悟了其他厉害的功法，所以你一开始就没打算藏私。他原本是想等3个小家伙突破第3境，再传授这些功法，但既然他们强烈要求，那你现在传授也没什么。温星云来自修行世家，却不受重视，从小吃苦。
苦，虽是女子，但性格坚毅，最适合草木剑法。是从小吃苦，虽是女子，但性格坚毅，最适合草木剑法。周天子家族被灭，背负血海深仇，修行十殿阎王再合适不过。至于岳大山，你只能说龙象之力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。过去1年多，岳大山在羽化门里好吃好喝，身体越发强壮。11岁的孩子，个头1.9米，还远没有停止，整个人往那边一站，就是一座雄伟的肉山。他的肉不是松松散散的肥肉，而是百炼成钢的肌肉。他比你还要契合龙象之力。你很期待未来岳大山会将龙象之力修行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？1对1传授了3个小家伙不同的功法，你就让他们自己参悟去，有什么不懂的再来问他。你则默默喝着茶，看向窗外，时光荏苒，转眼间初春将至，大雪融化后汇入山间溪流，沿着大山的脉络滋润了山林，积蓄了一个冬季的草木，迫不及待地汲取营养，绽放新绿。冬眠的走兽蛇虫相继苏醒，沉寂了1季的大山再次出现勃勃生机。但羽化门没有生机，反而危机越来越近。6个月的时间，因为他之前翻书1个月，10殿阎王的修行也用了1个月，只剩下4个月了。但你还没有突破第6境，4个月后，太上道第8境的道祖就要来覆灭羽化门。若是白云飞如果没能突破，那你就要带着3个小家伙提前开溜了。这样想着，你看向了羽化门的金鼎，金鼎上有一股浑厚的、沉稳的气息在吞吐灵气，远没有突破的迹象。你叹口气，不再期待，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事情。他已经站在了第5境巅峰中的巅峰，一身恐怖的40龙40象巨力，哪怕是第6境的修士接他一拳都要当场身死。可即便力量恐怖到这个程度，你依旧无法突破第6境。第6境感悟道运，你不曾感悟过什么道运，他修行到现在也不知道道运是什么。他也曾翻阅道经，查看里面记载的第6境道运的信息。道运乃是天地运转规律衍生的一种大道，是需要修行者自行领悟的。修行者领悟了道运，便可以融入自己的功法里，使得功法符合天道，威力巨大。你忍不住想，他到哪里去领悟道运？羽化门4周都被围困了，飞鸟不进，在这个方寸之地，他如何领悟？你忍不住发愁，但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，4个月时间很快就流逝了。这段时间里，你每天都能感应到太上道的逼近，从一开始的百里之外，到现在将羽化门山门团团围住，太上道的意图非常明显，而你的心态也从一开始的焦虑、担忧、害怕，变成了现在的平静。事已至此，再担心也没用啊！真的到了那一步，他就护着3个孩子，冲出太上道的包围圈，有白云飞在前面挡着，他逃走的概率很大，但不到万不得已，你不想逃走，舍弃自己居住了100年的地方，不想逃走，舍弃自己居住了100年的地方。月色高悬，繁星满天，银河倒映在溪水里，藏经阁借着洒落的月光，你手捧一本古朴佛经，缓缓地翻阅。羽化门内藏书万千，道家、魔门、佛门的书籍都有，还有妖族、蛮族的书籍呢。你现在看的这本书是佛门一位高僧所写，他说世间是一个大苦海，人们在里面挣扎，凡人一世100年，庸庸碌碌，最后沉入海底。修行就是摆脱苦海，抵达彼岸。可彼岸在哪里？世人不知道，只能拼尽全力，用尽一切办法，在苦海里乘风破浪，抵达彼岸。方法万千，但总结起来就2条路：有人肉身坐舟横渡彼岸，有人元神超脱抵达彼岸。2条路都不好走，所以修行是逆水行舟，所有人都在争。道家高人说大道50，天眼49，世人争夺那遁去的1。佛门高僧说人生有8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，愿长久，求不得，放不下。你看着渐渐入神，世间若是一大苦海，他该如何度过？苦海自当以肉身坐舟，元神驾驭，2者合一，超脱苦海，抵达彼岸。你手捧经文，枯坐一夜，一日一早，日升月落的交汇之际，朝阳和残月并存的那一刹，你突然睁开眼睛，他的瞳孔里有阴阳流转，那是他过去一段时间的积累。虽然一直不曾突破第6境，但你每天都在进步，虽然幅度不大，但日积月累叠加在一起，终于在此刻悟道爆发。睁开眼睛的你，感受着这一刻阴阳的交汇，此刻的他头脑一片清明，灵感迸发，眼前出现一行字，你灵感爆发，激活悟性逆天，领悟逾越此世海。轰隆隆，藏经阁外，崇山峻岭间有白云翻涌，如海浪一般，天地能量涌动，迅速变化，就像是有人垂钓鱼儿吃钩，直接拎起来。前面那些等待的时机，就是你积累的时间，积累足够了，鱼儿自然来了。此刻他平日里的一点一滴汹涌喷发，你念头一动，就像是抓住鱼竿，猛然一提，轰轰轰！藏经阁外，崇山峻岭间，白云翻滚中，一条庞大的大白鲫鱼被钓起来。大白鲫鱼眼含阴阳，身躯跃起，在清晨第1缕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与此同时，体内的能量汹涌澎湃，肆虐狂暴，冲开了第5境屏障。这一跃，跃出了你的第6境修为。半年积累，依靠老和尚书写的苦海彼岸，悟出了逾越此世海，成功突破第6境之海，成功突破第6境。这对你来说是意外之喜，一直不曾感悟到道运，他都觉得不可能这么快突破第6境，没想到误打误撞的一次阅读，让他快速突破。进入第6境后，你感悟的道运进入尸海，在那满天星辰环绕的元神下方，有一条大白鲤鱼正在安然畅游。大白鲤鱼带来的庞大能量，从你的元神识海里蔓延到全身，轰隆隆，开始疯狂地洗涤你全身。它的肌肉在扩张，它的力量在膨胀，一瞬间就冲破了40龙40象的关卡。你整个人变得通红，如同煮熟的大虾，浑厚的能量在他的身体里乱窜，造成了他的身后有异象浮现，真龙怒吼，遨游天穹，神象咆哮，踏破大地，极其骇人。
咔咔咔，你体内的能量翻涌，如巨浪拍打，倒悬倾泻，无限制的拔高了他的力量。50龙50项，60龙60项，70龙70项，一直到了100龙100项，这股能量才缓缓平复。你暴涨的能量恢复后，他面带微笑道：“书上说从第5境开始，后面每一境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果然诚不我欺。100龙100项，这一旦爆发出去，绝对会翻江倒海。这还只是第6境，那第7境、第8境到底有多强大？只要给他时间，强大起来根本不是问题。但现在羽化门没多少时间了，太上道已经将羽化门团团围住，逼近山门。半年时间过去，那位才突破的第8境道祖随时会来。如此一来，你突破后的喜悦也没有了。”他看向了金鼎大殿，白云飞在里面闭关2年多时间，气息一直没什么变化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破。好在我顿悟道运，领悟逾越此识海，突破了第6境，有了100龙100项之力，勉强算是有了自保之力。真的到了绝境，我可以拼尽全力带着3个小家伙遁走。你内心轻叹，他是真的舍不得居住了100年的藏经阁，现在只能祈祷白云飞早日突破。透过藏经阁，你看向山下，每隔一段距离便可看见太上道的弟子把守，层层叠叠，戒备森严，将羽化门4周都封锁了。这些弟子大多数只是3、4境修为，为首的是一位叫做庆山的第7境长老，他在观望，只是封锁了羽化门，没有进入。他是白云飞的手下败将，在第8境道祖没来之前，肯定不会主动出击。庆山长老为什么围而不攻？有弟子好奇问道。庆山长老面色蜡黄，身形消瘦，闻言说道：“羽化门掌教白云飞很强大，需要等第8境的道祖来此。是哪位道祖来此？”一个第6境弟子问道。是我，太上道新突破的第8境道祖长孙玉。庆山长老沉声道：“长孙玉，好像是长孙无忌的弟弟。”第6境修士想了想，惊讶道：“庆山长老点头道：是他。100多年前，长孙无忌年纪轻轻，天资卓绝，不到100岁，就是我太上道第8境的道祖。但很可惜，他遇到了另一个天才周生。黄沙古道一战，周生以第7境修为施展羽化飞升经，击杀了长孙无忌这个刚突破第8境的道祖，名声大噪，惹得我太上道太上祖师亲自出手将他击杀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长孙玉宣布必死关，不突破不出来。没想到一眨眼，100年时光过去，他终于突破第8境，成就道祖。第6境弟子对长孙玉的事情了如指掌，一一说出来。庆山长老听着，感慨道：“是啊，长孙无忌和我一同入门，他平步青云。我刚进入第3境，他便突破了第6境。当我侥幸进入第5境，他已经是第8境道祖，被誉为太上道5000年一遇的绝世天才。只是可惜，他遇到了更加妖孽的周生，黯然陨落。长孙玉的天赋不如他哥哥，但他一直想为哥哥报仇，必死关100年，突破了第8境道祖。出关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过来覆灭羽化门。经过半年的稳定境界，长孙玉道祖来信，今日就会过来，所以今日就是羽化门覆灭的日子。”庆山长老看着羽化门金鼎大殿方向，眼神得意：“你白云飞厉害又如何？背后势力不行，就难以翻天。”轰！庆山长老话音落地，天地间突然传来一连串爆鸣，那是极致的速度，化虹而来，拉出了音爆，由远及近，震得山林颤抖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那羽化门金鼎大殿前，一道人影凌空而立，玄而又玄的大道在其四周流转。他面容俊朗，脚踏阴阳，脑后有一团金光，衣袂飘扬，如出尘的谪仙人在虚空走动，犹如闲庭信步，姿态昂扬，充满自信。来人正是长孙玉。庆山长老看到了长孙玉，一脸怀念道：“他现在越来越像他哥哥，那个太上道陨落的绝世天才长孙无忌。”藏经阁门前，你带着温星云3人，脸色严肃地看着。3个小家伙也知道现在是羽化门的生死存亡之际，一个个脸色紧绷，拳头捏紧，十分紧张，也不敢说话。他们现在已经是第3境修为，12岁的第3境绝世天才，但成长不起来的绝世天才，对眼下的局势起不到什么作用。真正能起到作用的人，只有金鼎大殿里的白云飞。长孙玉声势浩大的降临，白云飞自然感应到了，所以他走出了闭关2年多的金鼎大殿。2年多的闭关没有改变白云飞丝毫，他一袭白衣，肌肤白净，依旧是一副娃娃脸，看着就像10几岁一样，但他眼眸里有岁月痕迹，和孩子天真的眼眸不一样。师傅出来了。温星云看到白云飞，拉着你一脚，惊喜道。周天子和岳大山也很惊喜，满怀期待地看着白云飞。你也在看他突破第6境后，可以看得清白云飞身上的气势。第7境巅峰，2年多闭关，他没有迈出最后一步，没有突破到第8境道祖层次。他的对手长孙玉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第8境道祖，打得过吗？羽化门金鼎大殿前，傲立虚空的长孙玉凝视着娃娃脸的白云飞，面无表情。他是第一次见白云飞，他和白云飞无冤无仇，但立场不同，注定了白云飞的死亡。长孙玉眼眸寒芒一闪道：“你就是这一代羽化门掌教。”金鼎大殿上，微风拂过，卷起白云飞的衣角，他负手而立，点头道：“我就是羽化门第120代掌教白云飞。听说你过去2年一直在必死关，想突破第8境，挽救羽化门。”长孙玉言语里带着讥讽，他必死关100年才突破了第8境，白云飞才2年多就想成功，痴人说梦。白云飞点头道：“是在必死关悟出了很多东西，虽然距离第8境还差一步，但感觉杀你问题不大。”长孙玉气笑了，不屑道：“羽化门的掌教竟然是一个满嘴大话、异想天开的废物，以第7境逆伐第8境，你是在白日做梦？”白云飞慢悠悠道：“100多年前，我羽化门弟子周生可是完成了第7境对第8境的逆伐，怎么能叫白日做梦？”长孙玉脸色刷一下冷得可怕，眼神死死地盯着白云飞，眼里有疯狂血丝在蔓延。白云飞说的这件事是他心底永远的伤疤。长孙玉咬牙道：“你知道周生杀的那个人是谁吗？”白云飞皱眉思考，好像是一个叫长孙无忌的第8境道祖。长孙玉冷冷地道：“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？”白云飞看着长孙玉，眼睛眯起来，没有说什么。长孙
孙玉冷面寒霜，死死地盯着白云飞道：“我叫长孙玉，是长孙无忌的亲弟弟。”白云飞恍然，指着长孙玉道：“所以你现在是要为你哥哥报仇？”长孙玉满怀恨意道：“周生杀了我哥哥，但他也死在我太上道的太上祖师手里，我无法找他亲自报仇，那就灭了羽化门，告慰我哥哥在天之灵。祖师手里，我无法找他亲自报仇，那就灭了羽化门，告慰我哥哥在天之灵。”白云飞直言道：“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羽化门你灭不掉。”长孙玉不屑道：“灭不掉？笑话！现在的羽化门除了你，还有什么厉害人物？难道是那边藏经阁里几个人？不过一个第6境带着3个第3境弟子，加上你这个第7境，羽化门谁能阻我？”长孙玉双手摊开，狂傲地看着白云飞，完全没有把藏经阁里的你放在眼里。白云飞完全没有在意长孙玉的狂傲，反而看向藏经阁，惊讶道：“师兄突破第6境了？他明明记得闭关之前，师兄才突破第3境，这才几年，已经是第6境了，怎么感觉必死关的人是师兄，而不是他？”藏经阁前，你感应到了白云飞的目光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师弟，好久不见。”白云飞点头，恭喜道：“师兄进入第6境了，可喜可贺。但对今日这场危机，帮不到一点。”你惭愧道：“如果再给他几年，这位第8境道祖，他或许可以一战。”白云飞笑道：“危机？羽化门没有危机，不过就是一个第8境道祖而已，不足为虑。”白云飞的大话激怒了长孙玉，他双眼微眯，周身气势沸腾，节节攀升，功法神通运转，身体之中响起了好似银河落9天的声音，泼泼洒洒。忽而天地间有雷鸣，狂风怒号，席卷四周，衬托的他如操纵风云的无上道祖。这一刻，长孙玉独立虚空，浑身散发光芒，他犹如一个天地火炉，炙烤十方，强大的气息让很多人站立。第8境道祖可不是说说而已，藏经阁内，你感受到这股气息，哪怕不是冲着你，也是压力十足。这要是正面对上，哪怕他有了百龙百象之力，恐怕也不是一合之敌。虽然第6境和第8境只差了2个境界，但其中差别宛若云泥之别。此刻，整座金鼎大殿都被圣光笼罩，如同炉炼金石，没有什么可以打破。长孙玉如神一般立在场中，他万法不侵，如山似月，巍然不动，又如明日，灿灿生辉，照耀出的光芒让人无法正视。你现在还说不足为虑？长孙玉声音隆隆，如神灵发怒，诘问白云飞。其他太上道的人看到这一幕，纷纷欢呼。第8境道祖就是如此强大。长孙玉听到欢呼声，心头得意，此间世界第9金不出，他就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存在。但是当他看向白云飞，却发现白云飞没有丝毫慌张和害怕，反而在他的威压下，依旧清风拂面，徐徐自然，就好像和天地融为一体。白云飞没有回答长孙玉的诘问，反而问道：“当年周生是怎么越界杀了你哥哥的？”长孙玉脸色阴沉道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白云飞笑了，一步踏出，是不是这门功法？轰！他周身气息猛然爆发，朝着天上轰去，顷刻间一片璀璨仙芒覆空，遮天蔽日，直接崩碎了长孙玉的第8境气势，让苍穹震动，浪潮翻涌，铺天盖地的倾泻。这一刻，白云飞站在金鼎大殿前，有气吞天地之势，自他的体内演化出了一片洁白的道光，冲破云霄，在苍穹下极尽璀璨的变化。这片洁白道光里，在慢慢演化一个世界，有生灵诞生，死亡的规律，万物生命，寂静无声。长孙玉看呆了，这一幕他见过，他脑海里不由自主想起了100多年前，他隔着很远的距离，亲眼目睹周生也是同样演化了这一片洁白道光，击杀了他的哥哥。长孙玉惊怒地看着白云飞，咬牙道：“这是羽化飞升经。”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大家对羽化飞升经可不陌生，这是羽化门的至高法典，在修行界都大名鼎鼎的绝顶道经，300年前失传的秘法，100年前周生的最后一舞，以大悟性将失传的羽化飞升经带到了世间，也带走了太上道5000年不出世的天才。可随着周生的陨落，羽化飞升经也跟着失传了。白云飞怎么会？长孙玉死死地盯着白云飞，沉稳的心态早就变了，暴喝一声：“你怎么会羽化飞升经的？”白云飞没回答，直接出手。这一刻，他宛如上古道祖，周身携带洁白道光，演化人间，伴随着道道锋利的道光，光寒千秋。100多年前，周生能以第7境逆伐你哥哥，100多年后，我白云飞一样可以第7境逆伐你，你们2兄弟都会葬身在羽化飞升经下。白云飞施展羽化飞升经，携带一片道光，一飞冲天，直击站在虚空的长孙玉。羽化飞升经的加持下，他像是大道之主，周身气息汹涌澎湃，生命精气如海一般汹涌，盖过了半边天穹，直接让长孙玉脸色微变，不再轻视。长孙玉眼眸寒芒一闪，大喝一声：“我绝对不会让当年的事情重现！”轰！长孙玉施展出秘法，双手滑动，有大道纹理出现在天空，弥漫出一股让人感到心悸的气息。这是一股毁灭性的力量，暴虐而恐怖。这些大道纹理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只乌黑色的巨爪，遮天蔽日，几乎是一瞬间就覆盖了天空，方圆足有100余米，极其可怕，极其可怕。与此同时，伴随着电闪雷鸣，彻底将白云飞笼罩在下面。咔嚓，奔走的闪电在天空中纵横交织，从那巨爪间降落，劈杀下来。这是太上道的秘法，雷霆利爪，迅疾而霸道，巨爪横空，压在天地。这种强大的攻击让人有窒息的感觉，但白云飞毫不畏惧，他的周身有无边无尽的道光冲天而上，一抬手就是炽烈的光华席卷十方，抵挡雷霆的劈杀。而后他像是一个俯视凡尘的仙王，身体自然外放的道光滔天蔽日，羽化飞升。白云飞从容面对，携带着道光的右拳就迎了上去，泛着道光的拳头不像是血肉之躯，而是光芒四射，像是一团大道凝聚而成的。拳头逆空而上，瞬间打碎那只巨大的光爪，威势不减。
让半边天空电光闪耀。白云飞的拳头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，道光无坚不摧，一下子将矗立半空的长孙玉一条手臂打爆，鲜血点点洒在虚空，化作了一道道光芒。长孙玉像是如遭蛇吻，被打得惨叫一声，横飞了出去。这不可能！长孙玉心中的震撼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这一刻，他想到了100多年前的那一战，他的哥哥也是以第8境修为，迎战第7境的周生也是现在这样。当羽化飞升经发力，他那个天才般的哥哥就不是对手了。不，绝对不能再次发生那样的事情！长孙玉怒喝，满头华发凌乱飞舞，体内能量翻涌，在大家的注视下，竟然断肢重生了。这就是第8境道祖血肉重生。手臂血肉重生后，长孙玉毫不犹豫，双手快速滑动，像是在举着一座大山一般，体内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气息，如狂澜激天。轰！在他的双手滑动间，他的背后浮现出一座山岳，散发出一股难言的压抑，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大压力。镇山印！太上道弟子惊呼道：“这可是太上道的绝学，自身力量演化一座大山，镇压一切敌人。”这座大山被演化出来，震出了汪洋般的恐怖波动，沉重无比，虚空都被镇压得塌陷了下去。镇压！长孙玉大喝，双手狠狠一砸，那背后的镇山印直接压落而下，不可阻挡。一座大岳直接砸下来，这种威势可撕裂人的魂魄，让观战的人都有可怕的窒息感，根本喘不过气来。周围那些太上道年轻的弟子当场就瘫软在了地上，这种莫大的压力犹如一座魔山，将他们镇压了，让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承受。藏经阁内，温星云3人也承担了巨大压力，但他们没有跪下，因为有你在前面抵挡了大部分压力，小部分压力也是你故意泄露，让他们承担，锻炼他们。此刻你眼睛一眨不眨，观看这一场大战，他真真切切明白了。从第6境开始，一个境界一重天地，一个境界等同登上了另一重世界。他在竭力抵挡第8境全力出手散发的威压，哪怕这威压不是冲着他，他也必须全力应对，这是根本上的差距。对大道，对自身，第6境和第8境都是没得比。也好在你身具百龙百象之力，所以才能够安稳地站着。看太上道那边，第6境的修士直接跪下，死死抵挡，依旧被压得满面通红，青筋爆炸。唯有第7境的庆山长老才能站着，但他也不轻松，在竭力抵挡。高天之上，白云飞看着压下来的镇山印，双眼里有大道流转，羽化飞升经浮现在心头，竟然让他看穿了镇山印的本质。下一秒，白云飞福灵心智，双手缓缓滑动，同样震出一股恐怖的气息。在他的头顶上方，同样有一尊大岳横空出现，像是划过远古的天地，破灭时空而来，无尽的壮阔与大气，让四周的人大惊失色，忍不住站立。一座镇山印还不够，再来一座！你们打架，遭罪的是我们呢。就连刚才还轻松的第7境庆山长老，此刻脊背也弯了下来，脸色通红。唯有你依旧坚持抵挡，在你的双眼里有一条大白鲫鱼在缓缓游动，散发着玄而又玄的味道，替他抵挡了这恐怖的威压。此刻你才体会到什么叫做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但天空上，白云飞和长孙玉的战斗已经白热化，镇山印持续压下，气势磅礴，威压十足。但白云飞演化的大岳也不遑多让，如沧海升天龙，四大地起天柱，磅礴古岳此刻就立在白云飞的上方，他像是背负着青天。在这一刻，以白云飞为中心，强大的能量波动如大河咆哮，滚滚冲出，肆虐十方。在他头顶上方，大岳擎天，上面银瀑垂落，长河奔涌，古木参天，鸟兽飞走，清晰可见。镇山印，白云飞大喝，双手擎天，大岳横空，如渊海出龙，激烈长空。镇山印对决镇山印，轰隆隆！这一刻天穹崩溃，风暴狂涌，两座巨大的演化出来的山岳碰撞在一起，产生的能量若海动地陷，如天倾地覆，让人悚然的气息震向四面八方，到处都是狂涛，到处都是道光，到处都是毁灭的力量，到处都是狂涛，到处都是道光，到处都是毁灭的力量。这片天穹下，再无清明之地。第8境道祖的威力可见一斑，一道道巨响让天地倾覆。两座巨大山岳猛烈碰撞后，咔嚓一声，那下压的镇山印直接崩碎，气息卷动天地，冲向四面八方。长孙玉的镇山印完败，白云飞的镇山印凝聚不散，散发着恐怖的威势，直接朝着长孙玉碾压过去。不，长孙玉惊慌失措，立刻就想跑，他害怕了。100多年前的记忆此刻清晰地浮现在脑海，他的哥哥就是死在了神秘莫测的羽化飞升经下，他不想重蹈覆辙。长孙玉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正版的镇山印竟然输给了白云飞盗版的镇山印，他化红而去，逃跑的毫不犹豫，甚至他还大喊：庆山，你去杀了其他羽化门的人，这是为了让白云飞分心，不再追击自己。庆山长老听到后也不迟疑，朝着藏经阁飞去。他打不过白云飞，但杀几个不如自己境界的弟子还是不成问题。果然，白云飞迟疑了，不知道该继续追还是留下来保护。在这个时刻，你站出来，高声道：师弟，继续追，将他斩杀。羽化门有我。白云飞100%相信你。闻言也不再迟疑，果断追长孙玉去了。羽化门藏经阁，庆山长老飞上来，直面你。藏经阁前，第7境的庆山长老凝视着你，眼眸微冷道：你不让白云飞回来，当真是不怕死。你平静道：你杀不掉我。狂妄，你才第6境，身后也只有3个第3境弟子。白云飞已经去追长孙玉道祖，你底气哪来的？庆山不屑道，朝着你走去，气势叠加倾泻出来，一步一重天。你身后的温星云3人紧张地看着，虽然害怕，但是看着尸波挺拔的背影，瞬间被鼓舞，全都愤恨地看着庆山。你笑了笑，缓缓抬起手，轰的一声，无穷道光从他掌心迸发，光芒闪烁，耀眼夺目，演化了一个世界在你的头顶。咔！庆山的脚步停下，惊骇道：这是羽化飞升经。你神情平和地点头道：刚才我师弟以第7境逆伐第8境，现在我以第6境逆伐第7境，应该可以吧？庆山忍不住后退2步，刚才的大战让他对羽化飞升经无比的忌惮，
他有心打退堂鼓，但后退2步，庆山忽然想起有许多太上道弟子在看着他，这个长老要是被吓走了，岂不是脸面丢尽了？所以他止住了脚步，神情冷酷道：“我知道你修行了100多年，也才第1境而已。这几年之所以突飞猛进，应该就是羽化飞升经的功劳。但你这般猛烈突破，想必根基不稳吧？你施展的羽化飞升经和白云飞施展的羽化飞升经能一样吗？”你笑了笑，缓缓向前走去：“你可以来试一试。”庆山脸色渐冷，心底一横，果断出手。他的眉心绽放光华，无比璀璨，飞出了一幅画卷，哗哗作响。画卷上刻画着无数道文，此刻都在发亮，如一个世界在沉浮，覆盖天空，向你压去。这是庆山长老的法宝道图，祭炼很多年，和他一体同心。现在面对你这个第6境修士，果断祭出来杀敌，可见他对羽化飞升经的忌惮。不管如何，他想先杀了你再说，不想出任何问题。这一刻，道图迸发出紫霞千道，雾丝万缕，悬浮在天空。一个大漩涡出现，想将你吸入画中。你面对道图的袭杀，神色依旧平和，但无形杀意却弥漫。他学着刚才白云飞那样，双手缓缓滑动，大道光芒伴随着他双手滑动，开始了飞跃。在这一刻，在你的头顶上方，一座巨大山岳浮现，和长孙玉、白云飞施展的一模一样。镇山印，你大喝一声，双手擎天，大岳横空，直接朝着青山镇压过去。轰隆隆，大岳压落，与道图碰撞在一起，咔嚓，道图瞬间崩碎，4分5裂。庆山长老惨叫一声，口吐鲜血，倒飞出去。他惊恐地看着你，完全不敢相信，你一个第6境，竟然一招就击败了他这个第7境。你踏步上前，又是一掌拍出。庆山长老拼尽全力抵挡，但你的百龙百象之力，加上羽化飞升经的加持，他根本抵挡不住。轰，一掌落下，庆山长老身体炸开，血雾弥漫，当场身死。此时太上道弟子一个个面如死灰，震撼地看着羽化门藏经阁前那道身影。这一刻你尽力站着，黑发随风而舞，你眸子清澈，到1劫境击毙了第7境。刻你尽力站着，黑发随风而舞，你眸子清澈，到1劫境击毙了第7境高手，滴血不染。在你背后，3个小家伙满眼崇拜地看着，尤其是温星云，他除了崇拜还有激动。草木剑法这么可怕吗？那他一定要好好修行。你看向其他太上道弟子，冷漠道：“3息之内不离开，全都死。”此言一出，太上道弟子吓得一激灵，都作鸟兽散去。师伯，为什么不把他们都留下来？周天子杀意十足，问道：“过去几年被太上道封锁，他可是憋了一肚子气。”你摇头道：“杀性太重不是好事，这些都是小喽啰，最重要的还是你师父那边。也不知道师父追到了那个第8境道祖了吗？”岳大山担忧道。你话音落地，在远处天与地的交汇处，爆发了一股巨大的能量，随后可见有血色弥漫天穹，有一具尸体坠落。见到这一幕，你呵呵一笑，看来你师父已经把那位第8境道祖击杀了，以第7境逆伐第8境。羽化门弟子再一次做到了。白云飞还是将长孙玉击杀，以第7境逆伐第8境，挫败了太上道覆灭羽化门的计划。被封锁了几年的羽化门，此刻终于解脱了，没有人再围着羽化门山门。嗖，不消片刻，白云飞化红而归，立身在藏经阁前，见到了你和3个弟子。师兄击杀了庆山。白云飞惊讶道。你笑道：“你能逆伐第8境，我杀一个第7境有什么问题？”白云飞笑着点头。师兄这是一招顿悟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要超过我了。你看着白云飞身上浮沉的气息道：“你距离第8境还差多远？”白云飞能否突破第8境，关乎了羽化门的存亡。只有白云飞突破第8境，凭借着羽化飞升经，第9境不出，太上道是灭不掉羽化门的。白云飞也知道这个，沉声道：“闭关3年，始终感觉差点什么，一直无法突破。不过刚才和长孙玉打这一架，让我洞悉了很多东西。第8境就在眼前了，你这下放心了。虽然白云飞才击杀一位第8境道祖，但这位才刚刚突破，实力在第8境里算不得什么。要是他遇到了第8境巅峰的道祖，那就算有羽化飞升经也够呛。”白云飞和你聊着，看到了3个长大的小家伙，感慨道：“你们都长这么大了。”温星云、周天子、岳大山恭敬地喊道：“师父好。”白云飞自嘲道：“比起你们师伯，我这个做师父的一点都不合格。你们师伯把你们教得很好。”你在一旁道：“进藏经阁再说吧。”白云飞点头，跟着你一起进入藏经阁。藏经阁内藏书万千，极其庞大。你在一处靠着悬崖边的茶室煮茶品茗，和白云飞对坐，一如几年前。不同的是，现在你正值壮年，白云飞依旧是娃娃脸，面容清秀，肌肤白皙，和一旁的3个小家伙仿佛是一个年纪。等了一会，茶煮沸了，你给每个人都倒一杯，轻声问道：“师弟，现在羽化门的危机暂时解除了，接下来你打算如何做？”白云飞是羽化门掌教，羽化门接下来前进方向是他来把控，你只是一个藏经阁看守者，你也喜欢在藏经阁里默默变强。这一次太上道铩羽而归，但他们肯定不甘心，下一次反击一定很猛烈，所以我必须先突破第8境，只有突破第8境，才能抵挡太上道的反扑。白云飞喝口茶，沉声道：“羽化门暂时维持不变，你们3个小家伙继续跟着师伯好好修行，一切等我突破第8境再说。”白云飞对3个弟子说道。3个小家伙乖巧的点头，你也赞同这个安排道：“那你去闭关吧，太上道现在应该没有多余精力来对付我们可以拖延一段时间。”白云飞狐疑的看着你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你解释道：“百万大山里出现了幼年神兽麒麟，太上道的高手都赶过去了，想抓捕幼年麒麟作为他们的镇山神兽，所以才一直对羽化门展开封锁，而不是雷霆打击。这一次的长孙玉也是闭关100年才突破的神兽麒麟。”白云飞惊讶的看着你道：“自从3000年前一场大战，神兽的足迹便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100万大年前一场大战，神
神兽的足迹便从这个世界消失了，百万大山里的妖族也因此走向衰败，只能偏安一隅。没想到3000年后，竟然还有神兽出现。3000年前发生了什么？你好奇问。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在历代掌教才能看的秘藏里阅读过，那一场战争很凶残，波及了整个修行界。祖师爷就是在那个时候崛起，凭借羽化飞升经创立了羽化门，而太上道也是借助那一次的机会，从一个三流小宗门一跃成为道门顶尖。白云飞娓娓道来，掌教秘藏。你挑眉，3000年那一次战争，藏经阁里没有书籍记载，你也不知道，原来只有掌教才能阅读。掌教秘藏就在藏经阁里，是一个单独的小世界，需要掌教玉佩才能打开。师兄想去阅读，随时可以去。白云飞将羽化门掌教玉佩拿出来，递给你。掌教玉佩呈现月牙形状，通体白色，中间夹杂着几缕蔚蓝，美丽又神秘。掌教玉佩就这样给我，你说道。白云飞点头道，其实师兄比我更适合去看那些秘藏，那里面包含了羽化门历代掌教收藏的东西，希望对师兄的修行起到一些帮助。你没有再推辞，收下月牙。白玉佩道，我会去看的。白云飞将杯中茶水饮尽，然后起身飞往金顶大殿。这一次他一定要突破第8境。白云飞再次闭关，3个小家伙就眼巴巴地看着你，像是嗷嗷待哺的幼鸟在等着你投喂。尤其是看到了你轻松越阶杀了第7境的庆山，3个小家伙更加期待你传授他们修行经验。你将杯中茶水喝完，便开始指点3个小家伙。3个小家伙都已经稳定了第3境的修为，所以你便开始讲解一些高深的修行知识给他们听。3个小家伙就像是海绵，天资出色的他们对你讲解的东西理解得很好。不一会你就将他们赶出去，让他们自己去修行，有不懂的再来问。就这样，茶室里只剩下你一个人，你默默地品茶，回忆着白云飞和长孙玉的打斗。他们2个展现的大道，展现的神通，给你开眼了，让你的世界观开阔了许多。毕竟过去100年，大道展现的神通，给你开眼了，让你的世界观开阔了许多。毕竟过去100年，你虽然在羽化门，可哪里见过这种级别高手对战？你所有关于第8境的知识，都是书本里看到的，但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亲眼所见，那些书上的文字便具象化，一幅幅画面在你的脑海里浮现。你细细品味，用在书上看来的知识，搭配今天观看的战斗，形成了新的体悟。渐渐的，你脑海里有了新的感悟，你的眼前出现了一行文字，你用心感悟，激活悟性逆天，领悟翻天印。正在感悟的你，忽然惊喜，惊讶道：没想到这样激活了悟性逆天。你刚才在回忆长孙玉施展的镇山印，经过羽化飞升经的演化，其中道理你已经懂一些，没想到借此领悟了翻天印。翻天印和镇山印有什么区别？你好奇的查看。翻天印是一门极强的秘法，可以将天地翻过来，以势压人，而不是以山压人。这是一门借助天地的功法，所以对天地感悟的越深，威力越强。修行到巅峰，真的可以让天地翻覆，日月倒转，镇压一切敌人。你看着看着，眼睛明亮道：有了翻天印，就不需要镇山印了。翻天印在利益上，在威力上，在大道上，都比镇山印高出很多。弄清楚后，你立刻开始修行。虽然现在有了第6境修为，可以斩杀第7境修士，但对眼下的羽化门的危机来说，这点修为完全不够。太上道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。当今修行界的道门领袖，虽然这是太上道自我标榜，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，但也没有人敢反对。太上道可是很霸道的，之所以一直针对羽化门，除了因为周生那件事，也是杀鸡给猴看，警告其他势力不要轻易与他们为敌，不然后果看羽化门就可以了。太上道对羽化门的处处围剿，世人都看在眼里，各大势力也都认为羽化门会被灭掉。尤其是在羽化门的弟子、长老都被挖走后，只剩下羽化门掌教白云飞在苦苦支撑。被太上道灭了道统，只是时间问题。被太上道灭了道统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尤其是太上道在过去几年对羽化门的封锁，任何资源都进不去，再加上最近半年太上道弟子持续不断的推进，已经到了羽化门山脚下，所以那些附近的势力隔几天就来探查一下，倒也不是好心，就是想看看羽化门倒下后，太上道拿走大头，他们能否喝点汤。毕竟羽化门山峰里有不少灵脉，太上道离得很远，自然不会派人驻扎在这里，那到时候他们不就有希望了？这一日，附近的势力照例来探查，却发现太上道的人已经走了，羽化门似乎被灭。可没等他们进入羽化门山门附近，就听到了附近方势力传得沸沸扬扬，太上道输了，大批弟子狼狈逃窜，第8境道祖被击杀。昨日大战，附近方势力有不少散修看到，一开始他们也认为太上道必胜，羽化门道统会就此灭绝，但谁想到局势反转得太快，太上道第8境道祖竟然死在了羽化门掌教白云飞手上。白云飞才第7境啊，越阶杀敌，以弱胜强，逆伐第8境，瞬间就传开了。但方势里散修传播消息很慢，所以一时间就在这附近流传，直到有大势力的人过来，听到这些后目瞪口呆，完全不敢相信。随后他们紧急把消息传出去，太上道在羽化门落败。一时间消息如雪花般传遍了修行界，太上道、羽化门、白云飞第7境逆伐第8境，这些消息如雨后春笋般钻入每个人耳朵。一时间白云飞名声大噪，他的一些事迹被人们挖出来，大家这才知道羽化门现任掌教竟然是一个隐藏的天才。这个事情在未来几天持续火爆，大家都在猜测白云飞到底用了什么功法，才能在第7境逆伐第8境。几天后，不知道从哪里流传的，白云飞悟出了羽化飞升经，才击杀了第8境。这个消息如平地一声雷，炸得所有人都不敢置信。白云飞悟出了羽化飞升经，有很多人迫不及待跑去太上道求证，希望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太上道闭门谢客，对此事一概不回应。
太上道不反驳，那世人就认为是真的。一时间，市井之间、庙堂之内都在讨论这件事情。当初羽化门的祖师就是凭借羽化飞升经在第9境所向无敌，这是一门神级功法呀！不止，有传闻羽化门祖师当年突破了第9境，来到了传闻中的第10境，所以羽化门才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道门前几的大宗门。300年前，羽化门遭受劫难，死伤惨重，完整的羽化飞升经没有传下来，自此羽化门一蹶不振。没想到现在竟然有人悟出了羽化飞升经，不可思议！其实，在100多年前，也有人悟出了羽化飞升经，和现在情况一样，也是在第7境逆伐第8境，造成很大的轰动。说个冷知识，100多年前悟出完整羽化飞升经的人叫做周生，他就是羽化门那一代最杰出的弟子。再说个冷知识，当初周生在第7境逆伐第8境，杀的人叫做长孙无忌，现在白云飞在第7境逆伐的第8境，叫做长孙玉，他们是亲兄弟，亲兄弟都死在了羽化飞升经下。这些言论迅速传开，每个人听到后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也太有戏剧性了。100多年前，兄长被人逆伐，死在羽化飞升经下；100多年后，弟弟被人逆伐，也死在羽化飞升经下，还都是第8境，都是太上道的人。一时间，平静许久的修行界就像是油锅里添了一瓢水，瞬间沸腾，各处都在讨论这件事情。白云飞彻底被修行界的人所知道，倒是你也完成了逆伐，不过是以第6境逆伐第7境，所以无人提及。相比较白云飞那边戏剧性拉满，你这件事情掀不起任何波浪，大家毫不关心，这对你来说是件好事，你也没想被其他人讨论。尤其是现在修为低下，太出名了可不好，你就希望在藏经阁内安安静静的悟道修行，提升自己。就在外界疯狂讨论的这几天，你已经将翻天印修行成功了，你的修为也跟着提升了一些，但远不足够突破第7境。你拿出白云飞给的月牙白玉佩，朝着掌教秘藏走去。你要打开秘藏，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掌教秘藏在藏经阁里，但却是一个独立世界，需要钥匙打开，不然别人进不去。你之前管理藏经阁100年，也不曾知道这里。要不是白云飞说出来，你怎么也想不到，藏经阁内还有一个隐藏起来的小世界。这个小世界不在别处，入口就在藏经阁最高那层楼。你手握月牙玉佩走到这里，发现玉佩在发亮发热，微微颤抖，指引着方向。你缓缓变动方向，确定了这个隐藏小世界的方位。等到你确定好后，月牙玉佩也变得安静，只是依旧在发光。你将玉佩握在手心，轻触面前的空间，没有异物的空间突然泛起波澜，好似平静水面被丢了一块石头。你的手掌穿过了这个空间，有月牙玉佩在，竟完好无损。确定了这里就是隐藏小世界的入口，你便直接走进去，整个人消失在了藏经阁最高层。你的眼前被一片白光遮掩，看不清什么。稍等了片刻，才缓过来，看到了眼前景象。藏经阁最高层通往的是小世界里的一片竹林，向西走120步，可以听到流水的声音。沿路走下去，看见一汪湖泊，在晚霞的照映下，湖泊倒映天穹，有火烧云，美不胜收。这湖泊很大，眺望过去，可见极远处青山如黛，树木翠绿苍劲。近处，湖泊中央有一座岛屿，岛屿上有一块大石头，大石头上有一只乌龟，正在懒洋洋地晒太阳。这边岸边有一片延绵的山峰，数不清多少个，但每个山峰都被开了一个洞。你想知道这些山洞里都有什么，便走过去查看。进入最靠近你的山洞，入眼竟然是一排排整齐摆放的书。靠近你的山洞，入眼竟然是一排排整齐摆放的书籍。这应该是羽化门历代掌教开辟出来，将不好收录在藏经阁的书籍都放在这里，专供羽化门掌教观看。你默默猜测，你随手拿起一本书架上的秘籍，翻阅起来。上古残缺阵法大全，能被冠以上古的阵法，那必然是惊天动地的。虽然残缺，但也确实不适合放在藏经阁。认真来说，藏经阁内的书，羽化门弟子都可以来借阅，所以大部分都很普通，记载的都是修行界的基本知识。超过那些知识的，比如这本上古阵法大全，就被收录在这个隐藏的小世界。随手翻看几下，果然极其复杂，阵法纹理、阵法链路，还有阵文交织在一起，极其复杂，如天书一般。这没有耐心细致的学，根本看不懂，所以你很快就放下了，拿起了另外一本第7境到第9境修行要领。这是羽化门祖师爷整理的修行道理，专门针对第7境到第9境讲解的十分详细。你只是翻阅几页便被吸引了，你没有去看其他的书，而是捧着这本书来到了湖泊边，坐在青草地上，晒着温润的阳光，细细品读。羽化门祖师爷当年是修行界绝顶高手，有传言他勘破了第9境的关卡，进入了传说中的第10境，所以他写的修行要领你很期待。我已经进入第6境，接下来就是突破第7境，所以刚刚好看这些修行要领。你满怀期待地观看第7境灵台仙藏。和前面几大境界不同，这个境界是打开元神世界的仙藏。书上说，每个人的元神都是一个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藏宝地。第7境的修行就是挖掘灵台元神里的宝藏，所以叫做灵台仙藏。该如何挖掘？你认真翻阅书籍，祖师也写得很详细。不同的人挖掘的东西也不一样，有的人挖掘出了先天圣体，有的挖掘出庞大的元神之力，有的人却只能挖掘出庞大的元神之力，有的人却只能挖掘出几倍法力，因人而异。但该如何挖掘？你带着疑问继续阅读。挖掘元神，得先明白元神的根本，洞悉自己的元神，才能在这一片藏宝地挖出属于自己的宝藏。有的人修行出了元神，也感悟了道运，但却对自己的元神一点都不了解，所以死活都挖不出宝藏。所以想突破第7境，第一步就需要了解自己的元神，洞悉元神本质，明悟自己元神的根本，才能开始挖掘宝藏。你看到这里，认真审视下自己，发现自己确实没有好好的了解过自己的元神。想突破第7境，就需要好好洞悉元神，但该如何洞悉？你带着疑惑继续看书，书中祖师爷也留下了解决办法：清空自己的思想，将肉体和元神当成不同的对面，面对面对话。你冥思苦想，到底该如何清空自己的思想呢？
呢？你想了半天，还是毫无头绪。人的思想随时随地都会受外界影响，产生许多不同的念头。想要彻底清空，就需要和外界隔绝。这样一想，你看着空荡荡的小世界，这算不算隔绝了世界？但现在身处小世界，你依旧无法做到清空思想。忽然，你看到前面清澈透明的湖泊，放下书籍，然后跳下去，扑通！你没有控制自己漂浮在水面，是直接沉入水底。湖泊底部有鱼虾畅游，水草摇摆，泥沙沉淀，你躺在上面，透过清澈的湖水，看到了璀璨星空，绚烂浩瀚，神秘美丽，就像是银河倒卷铺在你的眼前。渐渐的，你看入神了，整个人陷入一种悟道当中。在你的视海里，也出现一片浩瀚的星河，围绕着你的元神。这一刻，你真正的洞悉了自己的元神，被银河环绕的元神，宛若古老的星神，熠熠生辉，和你心灵相通，沟通无限。轰！这一刻，天上所有星辰从那无比遥远的虚空射下了无穷长的光线，穿过湖水，落入你的眉心，进入泥丸宫，被你的元神吸收。星光入脑，你只觉得浑身清凉，包括元神如沐春风，全身的毛孔都在呼吸着，整个人飘飘欲仙。你的眼前浮现一行字：你洞悉了自己的元神，激活悟性逆天，领悟海上生明月。激活了悟性逆天，领悟海上生明月，你立刻从那种玄而又玄的状态下醒过来。你没有离开湖底，反而安静地躺着，查阅其海上生明月。这不是功法，这是意象。你记得自己看过一本书，书上说了，天地会记录下一些特殊时刻，如自然美景，如强人的某一段时光，如一个时代的缩影。这些被天地记录下来的，就叫做意象。意象就在天地间，你可以去领悟，全看自己本事。当然也有大气运者，或者受到了祝福，天生意象，未来不可估量。你领悟的海上生明月就是一种意象。海上生明月的海是星辰大海，在星辰大海里升起一轮明月，压过了周天星辰。我领悟的道运是逾越此世海，现在加上海上生明月，意象两者一旦共同打出去，威力绝对庞大。你欣喜地想着，你立刻施展海上生明月。顷刻间，平静的湖泊变得碧波汹涌，大浪滔天，然后可以看到一轮明月从海水中冉冉升起，月光在湖泊上空挥洒出圣洁的光辉，散发着恐怖的威压。海上生明月，这一轮明月可与天上的皎月争辉。在明月下，你踏浪而行，气度飘然如谪仙人。下一秒，你抬起手，微微翻转，轰！在这一轮明月下，那碧波汹涌的湖水里，猛然跃出了一条大白鲫鱼，眼含阴阳，道法自然，逾越此世海。果然，你猜想的不错，海上生明月可以和逾越此世海一起施展，甚至两者叠加，威力更大。可惜没有突破第7境。你看着明月，看着大白鲫鱼，微微叹息。这一次洞悉元神，领悟海上生明月，已经让你来到了第6境的巅峰。元神领悟海上生明月，已经让你来到了第6境的巅峰，但没有突破第7境，因为你还没有在元神里挖出宝藏，无法抵达灵台仙藏。不过你也只是稍加感慨，这一次没能突破第7境，那就下一次。这一次的收获很大，你没有继续在小世界里逗留，带着祖师写的书籍回到了藏经阁。回到藏经阁，第一时间，你的元神就蔓延出去，观察3个小家伙有没有事。现在这3个小家伙可是羽化门传承下去的希望，而且又是你一手教导出来的，自然很担心他们独自待在藏经阁。毕竟羽化门还面对着太上道的威胁，尤其是白云飞斩杀了长孙玉这位第8境道祖，震惊世界后，太上道却一反常态，没有任何表示，这很不正常。俗话说，咬人的狗不叫，太上道要是叫嚣着杀过来，那至少不用担心了，正面应对就是。偏偏太上道一句话都不说，谁也不知道他们私底下憋着什么坏，你自然不敢在小世界里待很长时间。3个小家伙没事，你也回到书房继续读书，然后日子一如既往的简单。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待在藏经阁，你修行悟道，养气练剑，习字品茶，一小部分时间进入小世界，在里面修行一些功法，造成的动静也不至于打扰到温星云3人。如此这般，1个月时间悄然流逝，大道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潜修，你没有强求悟出什么，也没有执着的激活悟性，只是默默积累。你相信当自己积累足够多，第7境一定会水到渠成。藏经阁外树木苍翠，花草茂盛，时节入夏，温度也高了起来，但藏经阁内温暖如春，这是你用自身的磁场和心态影响了藏经阁的风水。随着修行的加深，修为的提高，你逐渐领悟了这种磁场变化。每个人都有磁场，普通人的磁场弱小到察觉不到，但修行者的磁场就很明显，尤其是修为高深的人，你的磁场甚至可以改变季节，影响花草生长。你现在就是这样的存在，你现在就是这样的存在。1个月的苦修，虽然没有突破第7境，但你确实大有收获，临窗而立。你看向羽化门的金顶大殿，白云飞闭关1个月，也不知道突破没有。太上道太安静了，安静的我有点害怕，师弟还是要早点突破才好。你思绪飘远，太上道可不是什么好相处的，行事极其霸道，长孙玉的死绝对不会那么简单。算了，现在不出手，那一定在憋着坏。师弟啊，你可要快点突破，不然我很快就要和你同一境界了。你轻笑着说道，喝一口茶，神情平静地看着金顶大殿。距离羽化门9万里之遥，有一座天下闻名的道山，倒不是这座山多有名，而是山上有当今修行界道门第1的太上道。太上道3000年前开始崛起，在没崛起前，他们就占据这里，只不过当时的他们只是一个3流小宗门，无人在意，所以这座山也不出名。可随着太上道的崛起，这座道山也成了名山大川，被人们记住。太上道掌教大殿，黑色是主色调，庄严肃穆，带着一丝果断和冷酷。掌教，现在外界传得沸沸扬扬，羽化门掌教白云飞悟出了羽化飞升经，杀了长孙玉道祖，我们太上道不做一些反击吗？一个鹰钩鼻道长面色阴郁地问道。当今太上道掌教叫做太玄真人，也是一位第8境道祖，此刻冷酷地看着手上的信息道，
普通的第8境道祖对上拥有羽化飞升经的白云飞，讨不了好的。羽化飞升经太出色，必须要2位以上的第8境一起去，才能确保不出意外。鹰钩鼻道长皱眉道：现在我太上道第8境道祖都去了百万大山，搜寻捕捉幼年麒麟，哪里有其他的第8境道祖去羽化门？难道掌教要亲自去？太上道的人抽不开身，那就去请外面的人。太玄真人道：魔门3通散人兄弟3人都是第8境道祖境界，但他们大限将至，你去当说客，告诉他们羽化飞升经有夺天地造化之功，他们得到后必然可以延长寿命，有望突破第9境。鹰钩鼻道长眼前一亮，佩服道：还是掌教有办法。3通散人虽是魔道，但那羽化门掌教也是入了魔，如此就让他们狗咬狗。我这就去劝说。羽化门藏经阁，你安静的看书。江湖一遭，激动人心的消息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，也会慢慢的消散。羽化门和太上道的恩怨，白云飞逆伐第8境的豪迈，这些都不被人讨论了。修行界再一次风平浪静。不过羽化山门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人来观察，想知道羽化门击退了太上道后下一步有什么打算。很快他们就发现羽化门和之前一样，依旧封山闭门，不接待任何人，也不招收弟子，扩大羽化门，仿佛击退太上道的事情从未发生一般。对此很多人不理解，但羽化门内的人也不出来解释。日子一长，他们就不来探查了。外界的风风雨雨你早就不放在心上，你唯一担心的是太上道，但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唯有不断修行，积累足够多的力量，才能面对未知的风险。藏经阁内一如既往的安静，3个小家伙分散在不同地方修行，有不懂得迷惑的地方就过来问你，其他时间都在刻苦钻研。你乐得如此，你煮一壶茶，拿起一本书，默默看着，茶香袅袅，檀香绕鼻，书香沁心。你穿着白色道袍，临窗而坐，翻看手里的书卷，怡然自若，整个人仿佛和藏经阁融为一体，气场相连。窗外草木随意生长，绿意盎然，参天古树摇晃，沙沙作响，这一切搭配在一起，弥漫着一股岁月静好的味道。这就是你的磁场，哪怕是无意识的，也影响了周遭一切。你心态淡然，四周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怡然自得。你要是怒目而视，四周的一切便会变得暴躁。看完一本书，你轻轻放下，看向窗外，喃喃道：自从那一战后，2个月过去了。这2个月里，你往返藏经阁和小世界，读书悟道，养性习字，风雨不改。你自身积累非常深厚，从上次洞悉元神后，你就再无寸进。这段时间，你也尝试着去挖掘元神仙藏，但每次都感觉差了一些，没有成功。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知道这是急不来的事情，唯有慢慢积累，等待灵光一现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也有足够的底蕴去突破。如今2个月过去，你的修为，你的积累，早就到了可以突破的边缘。第6境里，你敢说自己无敌，但就是差那么一点。轻叹一声，也不知道太上道在准备什么阴谋。过去2个月，白云飞那边也没有动静，他依旧安静的在突破。你没有去打扰他，你继续看书，继续积累。这一日过得很快，到了夜晚，羽化门的天空响起了惊雷，轰隆隆，乌云汇聚，狂风席卷，雷鸣之音贯穿天上地下，那闪电在云中游走，颇有几分狰狞。你一袭白色道袍，站在屋檐下，看着这一幕，喃喃道：要下雨了。你看到温星云、周天子、岳大山都跑回来了，和你一起在屋檐下站着。师伯，看这个架势，今天夜里要下很大的雨。温星云说道：是啊，好久都没有下雨了。你点头道：咔嚓，话音刚落，一道闪电直接劈下来，落在藏经阁前，像是劈开了天地一样，如同神灵在发怒，十分恐怖。滴答滴答滴答，下一秒有雨落下，落在藏经阁前的地砖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几滴拉开了老天爷的眼睑。下一秒，暴雨伴随着狂风拍打下来，伴随着电闪雷鸣，冲刷着这个世界。你几人抬起头看着，几乎很短的时间，屋檐下、走廊里、山林间都被雨水覆盖。这一场雨好大呀！周天子感慨道：这个世界有点脏，刚好下雨洗一洗。岳大山憨厚道：温星云，你去将我的茶具都搬出来，今夜这么大雨，我来听雨品茶，倒也是一件雅事。你有感而发，吩咐道。温星云美眸一亮，听雨品茶，他也喜欢呢。果断，温星云美眸一亮，听雨品茶，他也喜欢呢。果断进藏经阁，将你的茶具搬出来，然后勤快地将茶具清洗一番，煮好茶叶。师伯，我陪你一起。温星云开心地笑着，带我一个。这份雅兴可不是随时都有。周天子哈哈一笑，搬来了几张椅子，就在走廊里，也带我一个。我去点蜡烛。岳大山憨憨一笑，将蜡烛灯笼拿出来，昏黄的灯光摇曳，将几人的影子拉长。有冷风吹过来，灯笼摇晃，影子便跟着摇晃。你打趣岳大山，你喝茶一直是牛角牡丹，现在学会品茶了。岳大山感慨道：之前喝茶倒不觉得什么，但眼下这情景里喝茶倒是让我心动了。你笑笑，动作娴熟的给每个人都倒一杯茶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端着茶安静的听雨观雨。外面电闪雷鸣，狂风暴雨，走廊里你和3个小家伙静坐听雨喝茶，悠然自得。你轻啜一口茶，然后看向了暴雨。你在这一次暴雨里欣赏这个世界轰轰轰雷鸣不断，在黑夜里彰显自己的存在感。你看着看着，逐渐入了神。你看这一场暴雨，不单单是暴雨，你看出了开山奔流的江河，你看出了直落9天的瀑布，你看出了潺潺流水的溪流，你看出了海纳百川的汪洋，你还看出了变幻莫测泛舟苦海的人生。看着看着，你眼前出现一行字：你关于感悟，激活悟性，一天领悟苦海中金莲。下一秒，在你的元神世界，一片汪洋翻滚，直接分割了10海世界。你的元神携带诸天星辰高高在上，而翻滚的汪洋里浮现一株金色莲花，苦海中金莲，这就是你从元神世界里挖出的仙藏。这一刻，你福临心智，一直以来困扰你的第7境屏障，咔嚓一声出现了裂缝，紧随其后，积累了2个月的能量，汹涌澎湃的冲击过去。一直以来困扰你的门槛，
因为一场雨被打破，你突破第6境，进入第7境。关于感悟，打破一直以来的桎梏第7忌，对你来说，这一夜收获极大。苦海中金莲，这也是一种意象，和海上生明月一样，都是过往历史著名的一角，被镌刻在了天地记忆里，但很少有人能真正悟出来，更别提记忆里，但很少有人能真正悟出来，更别提从元神仙葬里挖掘。也多亏了这场雨，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及时了。闭起眼睛，感悟苦海中金莲，在你的识海里，星辰高悬，9天苦海覆盖大地，中间唯有一株金莲承载着你的元神。这一株金莲从海面上升起，荷叶上还沾有露珠，璀璨夺目，生机勃勃。苦海象征人世，金莲象征着你。今夜你的灵魂在跳动。进入第7境后，你的体内能量暴涨，从过往的100龙100象之力，瞬息间暴涨到了300龙300象，还没有结束。在暴涨这一刻，天地灵气全都被你吸收了，你如一个黑洞，吞噬了羽化门周遭一切灵气。这一幕惊得温星云3人诧异地看着你，发生了什么？岳大山担忧地看着你，师伯这是要突破了。周天子惊讶道，师伯已经是第6境，这突破岂不是要进入第7境？温星云崇拜地看着你，第7境呢？你这么快就突破了？要知道在他的家族里，第7境已经很不错了，大家都小点声，不要打扰师伯突破。周天子立刻拉着2个人离开，远离你附近，不想打扰你突破，继续沉浸在突破当中。你吸收了太多的天地灵气，尤其是刚刚一场雨下来，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新鲜的灵气，此刻被吸入体内，能量沸腾，让你的实力不断拔高。400龙400下，500龙500下，你的力量几乎是期间不断的拔高，到了500龙500象才缓缓停下。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实力，而你的元神之力也在不断扩大，向着外面蔓延，越过了羽化门，越过了崇山峻岭。这期间，山林间的一切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从一开始的几百里到现在的3000里，你的元神之力无限拔高，直到3000里外，3个老人正在休息，并发现了你的元神之力，好胆竟然敢窥视我们。其中一个老人冷哼一声，发现了你元神之力，抬手就是一掌拍下，轰的一声，滚滚魔气迸发，要将你的元神之力打碎。藏经阁走廊里，你眉头一皱，你发现这3个人很不简单。突破境界后，阁走廊里，你眉头一皱，你发现这3个人很不简单。突破境界后，第7境的修为竟然看不穿这3个老头。第8境你内心一惊，你看不穿，那只能是第8境。你迅速控制元神之力，避开了这凶猛的一掌，然后仔细观察这3人来。这是3个老人，白发苍苍，满脸褐斑，皮肤耷拉，身上气息散发着腐朽味道。这是3个大限将至的第8境。你内心迅速得出结论。不过3个大限将至的第8境来到羽化门附近干嘛？就在你疑惑的时候，一个老头突然开口：你的元神之力是从羽化门内传来的。虽然你的元神之力很庞大，让我惊讶，但依旧没有超过第7境。羽化门弟子长老全都走了，有如此庞大的元神之力，只有一个人化门掌叫白云飞。你冷静地看着这个老头，把你当做了白云飞。白云飞掌教我们兄弟3人来自魔门，几百年前修行界还流传着我们的名讳，他们叫我们3通散人。另外一个老头沉声道：你眉头一挑，你知道3通散人？你在书上看到过，3通散人是3胞胎，所以有心灵感应，一辈子都没有分开过。修行起来，3个人事半功倍，所以全都突破了第8境。他们最辉煌是在300年前，3人联手共进共退，依靠着心灵感应，哪怕面对4、5个第8境高手也不落下风。只是后面随着年纪渐大，他们也逐渐销声匿迹，归隐田园。你没想到他们竟然出现在这里。这一刻，你的元神之力如一条大河一般，浩浩荡荡，奔腾汹涌地出现在3通散人面前，凝聚出虚幻的你，沐浴星光，面对3个第8境毫不畏惧。3通散人来我羽化门，所谓何事？你问到3通散人一起看向你。老大说道：兄弟，大限将至，听闻羽化门的羽化飞升经可以延长寿命，所以跋涉万里前来恳求白云飞掌教将羽化飞升经传给我们兄弟3人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用得了我们兄弟的，只管开口。你闻言直接摇头，羽化飞升经是我羽后，羽化飞升经是我羽化门的根基，乃是祖师传下来的，岂能传给外人？3通散人中的老大也不意外，你直接拒绝，说到这一次我们兄弟前来是先礼后兵，我们时日无多，只想延续生命，不想打打杀杀。但白云飞掌教要是不给羽化飞升经，那我们兄弟也只能舍命一搏。你皱眉道：你是在威胁我？不敢，这是事实。实际上我们兄弟3人之所以来此，还是太上道的人告诉我们的。老大继续说道：我们兄弟早就不问修行界的事情，所以很多事情都不知道。太上道告诉我们羽化飞升经能延长寿命，我们便来了。老二说道：我们也知道太上道是想借刀杀人，但我们兄弟别无选择，时日无多了，只能放手一搏。如果白云飞掌教愿意传授我们羽化飞升经，那我们兄弟还可以帮你抵挡。太上老三许诺道：3兄弟配合得很好，一个当黑脸，一个做白脸，还有一个从中劝说，目的就是威逼你交出羽化飞升经。你皱眉，3个第8境临死前的放手一搏，你不得不考虑，毕竟现在羽化门一个第8境都没有。就在你考虑的时候，羽化门金顶大殿处，一道恢宏的巨大光柱冲天而起，轰一声，一股浑厚的汹涌澎湃的能量从羽化门方向飞来，刹那之间，这能量降落在你元神身边，缓缓凝聚成一道人影，悬浮在半空，如神明降世一般，直接碾压了3通散人的气势。你惊讶地看着身边的白云飞，他突破了第8境。白云飞闭关许久，终于突破，他降临在你身边，整个人越发轻灵，娃娃脸上也多了一份沉稳，而他携带来的气势还未消散，轰隆隆的依旧横压了3通散人。3通散人被压得神情严肃，面色凝重，他们年老体衰，早就不复当年的辉煌，此刻面对白云飞感到压力很大。
三兄弟一起将气势顶起来，才和白云飞分庭抗。但白云飞轻轻松松，毫无压力，甚至都没有看向他们，而是惊讶地看着你。师兄，你突破第7境了。白云飞不可思议道：怎么每次师兄都能给他惊喜？距离上次他闭关才过去多久啊？就从第6境突破到第7境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真的是一招顿悟，要举霞飞升。你元神状态下看着白云飞，缓缓点头道：有所感悟便突破了。师兄这般速度，要不了多久就能赶上我，甚至超越我了。白云飞感慨道：还是先处理眼前这3个第8境吧。你指了指三通散人，3个被时代抛弃的第8境，年老体衰，还敢来我羽化门索要羽化飞升经，自找死路。白云飞神情渐冷，您是三通散人，眼神非常冰冷。三通散人看着白云飞，又看着你，眉头紧锁。看来你才是羽化门的白云飞掌教。那么，对我们兄弟刚才的提议有什么想法？老大问道。白云飞轻轻一笑，面色依旧很冷。羽化飞升经是祖师爷传下来的，概不外传。三通散人李老二威胁道：虽然我们兄弟大限将至，气血衰退，但逼急了我们，极尽升华，短暂的回到巅峰。白云飞掌教可挡不住3个第8境。白云飞不屑道：我在第7境逆伐第8境，现在进入第8境，会怕你们3人？白云飞，你这是执意不给羽化飞升经？老大脸色难看的怒视白云飞，想要羽化飞升经也行，等来世你们投胎拜师羽化门，只要天赋好，忠心耿耿，便有机会学到羽化飞升经。白云飞说道：胆敢羞辱我们，既然你不给，那我们兄弟自己来拿。脾气火爆的老三忍不了，大喝一声，周身气息暴涨，整个人如充气了一般，干瘪的身躯瞬息之间回到饱满状态，白发生黑发，随风乱舞，整个人站起来，瞬间从垂垂老矣变成了孔武有力。老三施展秘法，回到巅峰。老大和老二也不迟疑，立刻跟着施展，轰轰轰！这一刻三洞散人。老大和老二也不迟疑，立刻跟着施展，轰轰轰！这一刻三洞散人仿佛回到300年前，意气风发，气势斐然，直接碾压了白云飞的气势。他们可不是一般的第8境，他们在300年前就踏入了第8境，交出羽化飞升经，不然今天就是羽化门灭门之日。老大神情冷酷道。老二和老三立刻唰的一下瞬移到别处，呈现3才方位，将白云飞和你的元神困在中，虎视眈眈。白云飞面色平静道：师兄既然突破第7境了，不妨试一试能否逆伐第8境。你微笑道：我正有此打算，师兄挑一个，剩下2个便归我。白云飞指着三兄弟随意说道，好似三兄弟不是什么第8境巅峰高手，只是路边的3颗白菜，随手挑走。此言一出，三通散人兄弟3人脸都黑了，羞辱，赤裸裸的羞辱。可没等他们发怒，你也是随手一指，就他吧，看着挺强大的。被指到的老大不可思议的看着，然后瞬间怒了，你还真敢选？回应你的只有白云飞，那排山倒海一般的气势，轰的一声直接卷了过去，在雨夜在月色下以澎湃威力砸了过去，将老二和老三卷入其中，羽化飞升。白云飞抬手打出了一道白色仙芒，化作一片汪洋，在雨夜里覆盖了老二和老三。老二和老三也不敢再发怒，竭力的施展功法，抵挡白云飞的攻击。3个人打成一团，在山川之间游走，速度飞快，出手之间有风雷之音，倒也符合。雨夜里电闪雷鸣，留在原地的只有老大和他，脸色铁青的看着你，怒道：你会后悔选我的，我拿你来练练手。刚刚好你依旧很平静，一招杀了你，我要去帮兄弟们。老大挺直身躯，双手划拉，灵气沸腾，竟然在他手心汇聚成一杆长枪，然后猛然一击，打破苍穹，毫无下一秒，长枪破空，直接化为一条苍龙，朝着你斩杀过来，气势斐然，声势浩大。在雨夜下，一条苍龙数百丈大小，张开血盆大口，肆意吞了你。不过下一秒，你的元神之力如一条大河，浩浩荡荡，凝聚成一根手指，猛然间一指点出，忽在你的背后，一片汪洋浮现，在汪洋当中有一轮皎月冉冉升起，海上生明月，在这大海明月前，一条大白鲫鱼直接跃出了海面，双眼含阴阳，尾巴一甩，岛屿弥散。鱼跃此时，海鱼同时在这一片无垠大海里，一朵金莲盛放，金光璀璨，无比灿烂。苦海中金莲，这一刻2大意象，一种感悟汇聚在一起，全都倾泻在这一指里。你还施展了羽化飞升经里的招式，以元神之力问青天，在漫天雨水里，这一指击破了苍龙，以无可匹敌的力量碾压过去。老大感到压力，体内能量全都倾泻出来，汇聚在身前，化作一个保护罩。他要挡住这一击，然后杀了你，可直接点在了老大的眉心。轰！三通散人里的老大在这一刻面色狰狞，怒吼道：顶住！咔嚓！可是他的希望瞬间破灭，你将自己所有的感悟都融入这一指，顷刻间破开了防护罩，点在了老大的眉心。老大毫无反抗之力，直接被你的道融化，顺带着方圆10里递减。轰的一声，以你为中心，下沉了百。轰的一声，以你为中心，下沉了100米，烟消弥漫，雨水冲刷。三通散人中的老大肉身已经不复存在，而你星星点点的元神之力，缓缓汇聚成一道人影，悬浮在半空，凝视这里的一切，如神明降世一般。你现在对自己的已经有所了解，虽然才进入第7境，但有了羽化飞升经，还有那些意象感悟，外加奇秘功法，你已经可以逆伐第8境。羽化门藏经阁，今夜的雨还在下，你的肉身还在藏经阁，但你的元神已经击杀了一位第8境高手，此刻正在缓缓回来。满天星斗涌入了藏经阁前笼罩你，但没有立刻进入肉体，而是凝聚成人影。温星云3人就在不远处看着，眼神明亮，尤其是看到如星光一般的你的元神，更加的激动，但又不敢过来，怕打扰了你。元神状态下的你微微一笑，对着他们招手示意过来。三小只这才慢慢走过来，好奇的看着你。师伯，这就是你的元神吗？温星云伸手去摸你，但穿过你的身体，好奇问道。是的，这就是我凝聚的元神。你师伯，我看书上说元神都是虚无缥缈，没有实感，怎么师伯的元神仿若星光，包罗万象？周天子疑惑地问道。
这是我的修行感悟，你们以后的元神也会根据你们的感悟有所变化。你解释道。师伯，您今夜是突破第7境了吗？岳大山羡慕问道。你点头道，我确实突破了第7境，恭喜师伯，师伯好厉害，师伯太强了，这突破就和喝水一样简单。三小指崇拜的夸赞，围着你的元神，好奇的看着你，任由他们打量。你也是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元神的一些好奇的看着你，任由他们打量。你也是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元神的一些知识，等到后面他们凝聚元神，领悟起来容易一些。等到三小只打量的差不多，你才元神入体，看得三小只又是眼冒星星乎。随着你元神入体，肉身提升的力量瞬间有了势感，从100龙100象提升到了500龙500象，这5倍的暴涨，直接让你的气势无形中扩散，直接将三小只掀翻在地，灰头土脸。但好在你很快就控制好了这股力，才把三小只拉起来，替他们扫落身上的灰尘。不好意思，刚刚突破掌控不了力量，你抱歉吧。三小只却很兴奋，完全不在乎自己衣服弄脏了，而是围绕着你叽叽喳喳。师伯，您这一次突破力量好恐怖啊！温星云抱着你的手臂摇摇晃晃道。师伯，刚才那股气势压着问道时候，我感觉很窒息，如果再来一回，感觉我都要死了。周天子感受着刚才那股心悸，死亡味道，后怕又兴奋道：以前看书上说，真正的高手光凭气势就可以压死人，当时我还不信，现在看来这是真的。岳大山也后怕道：你浅浅笑道，气势压人还是要看境界，你们才第3境巅峰，我是第7境，差这么多呢。师伯，我感觉最近有突破的契机。温星云举手道。周天子不甘示弱道：我也有突破的感觉，第3境已经困不住我了。师伯，我已经在突破了。岳大山更是直接说道。3个人像是争宠一样，争先恐后的表示自己要突破。你看得笑呵呵，你毕竟100多岁了，很享受这种天伦之乐。就在他们说笑间，白云飞回来见到这一幕，也笑呵呵道：你们和师伯的关系真好啊，师傅出关了，这次师伯闭关时间很短了。三小指见到白云飞后，惊喜的叫出来：这次师伯闭关时间很短了。三小指见到白云飞后，惊喜的叫出来，然后拉着白云飞坐在你身边，你们师傅突破，自然就出关了。你笑呵呵道。看还在煮着的茶，给白云飞倒了一杯。白云飞接过茶水，轻啜一口，舒服的躺在椅子上。关于三通散人的事情，2个人都默契的没有提及，因为都觉得对方可以击杀对方。3个大限将至的老者，就算因为某种刺激短暂的回到巅峰，但那真的是巅峰吗？所以你和白云飞根本没有将三通散人放在心上，连提都不想提。三小只听到师傅突惊喜的跳起来，围绕着你和白云飞叽叽喳喳的说着话，问很多问题。你和白云飞也很给面子，一一解答，直到雨停了，天空微微亮。三小只对视一眼，全都积极的去修行，准备比一比谁先突破第4境。13、14岁的第4境放在外面，绝对是每个势力争抢的妖孽弟子。小家伙走了，你和白云飞可以安静的坐着喝口茶。2个人看着天边逐渐泛起的鱼肚白，谁也没说话，静静喝茶。这一刻，外界的纷扰仿佛与此地隔绝，打扰不到你和白云飞。良久，你回过神来，问道：你现在突破了第8境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振兴羽化门，白云飞轻声说道：招收弟子。你挑眉不，现在还不宜招收弟子，得先解决太上道的威胁。白云飞严肃道：如何解决？你问到太上道确实是很大的威胁，毕竟道门第一，实力浑厚，高手众多。现在是因为神兽幼年麒麟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，无法腾出手来对付羽化门。他们的注意力无法腾出手来对付羽化门。可等这件事情结束，那羽化门要面对的就是太上道全部高手的压力。这压力明面上只有白云飞一个人顶。虽然你现在突破第8境，但你想知道他下一步如何打算吗？白云飞沉思片刻后，认真说道：太上道是道门第一，实力浑厚，但他们也有很多敌人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我打算出去一趟，与人结盟，展露自己的实力，让他们替我们分担一些太上道的压力，这是个好办法。但与人结盟，我们底气不足的，估计别人会不重视我们。你担忧道：这倒无妨，我们只需要多顶一些时间，给师兄成长的空间就行。白云飞直勾勾地盯着你，认真说道：给我成长的空间？你指着自己吃惊道：对啊，师兄一招顿悟，飞速突破，这才几年就已经抵达第7境，还可以轻松逆伐第8境，所以只要多给师兄时间，什么太上道在师兄面前都不是问题。白云飞眼神炙热地看着你，说出自己的计划。他将你视为羽化门未来的希望，所以才想到联盟，顶住压力，给你成长的时间。白云飞的打算很简单，他自己虽然突破第8境，还修行了羽化飞升经，但想突破第9境，短时间内不太可能，所以他把希望放在了你身上。过去几年，他亲眼看到你一个100岁老人，一招顿悟，从第1境修为都不到，乘风破浪般直入第7境，而且是实力很恐怖的第7境，所以他觉得只要给你时间，一定可以突破第8境，甚至要给你时间，一定可以突破第8境，甚至是第9境。只要你突破第9境，那太上道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。这也是他暂时不打算招收弟子，还要找人联盟抵挡太上道的原因。你听完看着白云飞道：你就这么相信我？白云飞无所谓一笑道：如果没有师兄悟出来的羽化飞升经，现在羽化门早就覆灭了，我又如何不相信？师兄，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突破第8境，甚至是第9境。你如实说道：这东西看灵感的，灵感来了，激活悟性逆天，那突破起来就很简单。但灵感这个东西非常玄，你给不了保证。白云飞笑道：师兄还请放心，太上道的第9境，太上长老都在闭关，试图突破那传说中的第10境。现在的太上道
只剩下一些第8境的道路。师弟别的不说，自从修行了羽化飞升经，第8境内我敢说少有敌手。我会帮师兄多争取一些时间的，咱们不和太上道争一时之长短。你看着自信的白云飞，忽然笑道：在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，我又领悟了一些功法，你想不想学？白云飞惊讶地看着你问道：一些功法？什么样的功法？有些不比羽化飞升经差。你端起茶杯，喝一口，轻描淡写说道。白云飞震惊地站起来看着你，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，不比化飞升经差。要知道，羽化飞升经已经是1等1的绝世功法，太上道都没有这个级别的功法，你这里还有几本？白云飞口干舌燥，想说些什么，但你突然伸手一指，点在了白云飞的眉心，将自己领悟的功法都传输过去，生生不息。龙象之力、草木剑法、元神超脱法、十殿阎王，这些功法全都传输到白云飞脑海里，把你都看呆了。尤其是龙象之力、草木剑法、十殿阎王这3门功法，深度和厚度都不比羽化飞升经差，而这些都是师兄悟出来的。白云飞傻傻地看着你问道：师兄这么多厉害的功法，你就这样都传给我，就不怕我传出去？功法被创造出来，就是需要传送下去才有意义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修行，那这门功法岂不是一直被束之高阁，无人知晓？你说到师兄，就不怕到事后有人修行了这些功法，反过来对付你？白云飞担忧问道。不怕？你淡定地摇头。白云飞疑惑地看着你，不能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淡定。我将功法传给你，就希望你将这些功法传承下去，这样我的这个阶段心血才不会被埋没。至于你说未来有人拿着现阶段我创造领悟的功法来对付我，那我会给他们时间追赶，直至他们遥望不见我的身影。你沉稳自若，没有一点担心，也从未觉得修行了你传下去的功会成为你的对手。白云飞呼吸一滞，被你强大的自信给镇住，这难道就是绝世妖孽的自信？好一会，白云飞才恍然沉声道：师兄，这些功法以后我会传给羽化门的真传弟子，把他们发扬光大。未来我羽化门弟子一定会主宰这个世界，为修行界的标杆。你摆手道：那就是你的事情了，我可不想管这些琐事，还是在藏经阁安静修行，悟道研法适合我。白云飞点头，看着朝霞已经出现，便不再打扰，起身告辞。师兄，我出去一趟，不在的这段时间，羽化门还请师兄多照看一下，摆手让白云飞安心离去。突破第7境，现在你底气大增，只要不来第9境，高手你一概无视。岁月如歌，白云苍狗，距离上次你和白云飞双双突破，联手击杀了3通散人，已经过去1个月。这1个月，羽化门内一如往常安静祥和，3小指在努力突破，你时常感应他们的气息，察觉到了3小指都到了关键时刻，距离突破只有1步之遥，所以你没有去打扰，只是安静的读书修行悟道。白云飞出去1个月也没有回来，但他的消息你有时候也听到，毕竟修行结束后，你会将元神之力扩散到极致，聆听这个范围里那些人的议论，你听到了一些关于白云飞的事情，比如3通散人被击杀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比如白云飞突破第8境的消息让人知道了，比如他去拜访那些和太上道不对付的势力，世人也都知道了。白云飞没想着隐藏行踪，反而每到一地都会故意泄露一些消息，将天下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，这样世人就不会注意到羽化门内还隐藏着。对此你只能努力修行，每日时间安排得很紧。这1个月，你大部分时间都在隐藏的小世界里，那里面很多书籍都是你以前没看过的。你认真看书期间，也领悟了2门功法，但对你的修为提升帮助不大。这1日你在小世界里看书，你手捧着一本记录着3000年前修行界的书籍，书上说3000年前那是一个修行盛世，天才如过江之鲫，数不胜数，第8境修行者都不能算厉害，要说厉害的修行，那得从第9境开始算。你看到这，倒吸一口冷气，3000年前第8境都不能算厉害，要从第9境开始算，那真正厉害的高手得是那传说中的第10境。你不自觉对比一下3000年前和现在，现在第8境已经被称为道祖，一个门派有1位，第8境可以被评价为2流门派。比如现在的羽化门，大家都知道弟子长老都走了，只剩下3个弟子。化门大家都知道弟子长老都走了，只剩下3个弟子。可随着白云飞突破第8境，那些势力也不敢小觑羽化门，至少现在羽化门山门附近别的势力不敢过来窥视了。所以3000年前那一战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修行界倒退这么多？你不禁发出疑问。你对3000年前发生的事很感兴趣，你觉得当年那一战不简单，不然3000年前后的对比不会这么惨烈。但记录那个时间段的书籍很少，好似有人在故意抹去当年的事情一样，哪怕是有记载的书籍，也是只言片语，非常不相信。你翻遍了藏经阁还有小世界，也只找到了几十本有关3000年前那一战的书籍，这几十本里大多数都写得很浅薄，只是说那一战很残酷，那一战毁了当今修行界。除此之外，其他内容便寥寥无几，有关于3000年前发生的一切都被人刻意抹去了。这一下你肯定了自己的猜想，如果不是有人刻意抹去那段历史，一定会有人记载的。尤其是羽化门，虽然羽化门是那一战后才成立的宗门，但相隔没多远，而且传承至今。虽然宗门实力衰弱到了极致，但毕竟没有断绝过，所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找不到，能够将这件事情抹去，且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怀疑。这幕后之人一定很可怕。你猜测到你将这件事压在心里，既然有人刻意抹去，那只能等以后再来调查。现在让自己强大起来，至少也要突破第8境，才能不辜负白云飞的信任，将3000年前的事情压在心里。你更加勤奋修行，每日你就是翻阅经卷，参悟前人智慧，然后固本培元的修行，将自己学会的功法都认真梳理一遍。你还认真的学习书法，培养自己的心态。此外，你认真参悟天地，逐渐师法自然。你在朝阳出生时醒来，于明月高悬时打坐，仿佛真成了一位山中隐士，不理外事，虔诚寻道。你也不仅限于藏经阁，现在羽化门外在压力都被白云不仅限于藏经阁，现在羽化门外在压力都被白云飞吸引过去。羽化山门附近没有人来此，你倒是可以到处逛逛。你过去几十年都待在藏经阁，虽然藏经阁很好，万千经卷可以学习，但有时候也需要去拥抱自然，
看四季变化，看云层翻涌，看日出日落，如此这般，日子悄然流逝。山中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。你在这种状态里悄然度过了一年，你见证了四季变化，春日和煦，夏日清凉，秋日月圆，冬季暖阳，然后又一次迎来了春日，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。这一日淅沥沥的春雨下着，你负手站在藏经阁前，看这一场雨唤醒沉睡的生命，滋养山河大地。冬日的一切都被洗去痕迹，新的一年到来，你站在那边，浑身都散发着一股玄妙的气息。这是你一年来积累的所有感悟。过去一年，你一次都没有激活悟性逆天，你也不急，反而乐得如此，厚积薄发。你想的是将自己一年所有的积累都化作一次悟性逆天，那样肯定不是小打小闹。所以现在的你还在积累。藏经阁内，温星云三小只聚在一起，盯着你的背影。嘀咕咕，师伯虽然站在那里，但我感觉好遥远啊。岳大山说道：是的，虽然从这里到门口也不过10几步，但我有一种感觉，这10几步路，哪怕我们走上一生都过不去。周天子点头道：这波不会是又要突破了吧？温星云惊讶道：三小只过了1年，彻底长大，褪去了稚气和幼年模样，现在修为都是第4级。岳大山因为修行了龙象之力，一身恐怖的力量直接让他的身体修为都是第4级。岳大山因为修行了龙象之力，一身恐怖的力量直接让他的身体暴涨到3米，站在那边就是一座大山，极具压迫性。周天子修行的是10点阎王，现在已经入门，整个人的气息如人间帝王，有很大的威严。温星云修行的是草木剑法，现在越发的出尘，本身他就很美，又因为草木剑法一息飘渺，如仙女一般。但现在他们3人看向你，完全摸不透，你就觉得师伯和他们不在一个世界，近在眼前，却远在天涯。雨水还在淅淅沥沥地下，你看着这场春雨逐渐放开，心神寄托天地。这一刻，你浑身都散发着一股玄妙的气息，仿佛和那淅淅沥沥的春雨融为一体。你看到了春雨的生机盎然，也感受到春雨的汹涌澎湃，惊涛骇浪。你融入了春雨，就仿佛是一滴水进入了江海，随波逐流，任由对方激荡。你在感受其中的变化。渐渐的，藏经阁门前的你抬起手，在虚空中轻轻描绘，有道纹浮动，勾勒起来，形成了一种道纹。雨可以包含万物，温润是它，狂暴是它，平静是它，暗流涌动也是它。这雨可以融入万物，也可以超越万物。你新体悟，心头的感悟涌出，眼前浮现一行字：你积累深厚，激活悟性，一天领悟与自觉。你睁开眼睛，看到了这个提示，才看到自己刚刚画出来的道符，这就是你感悟的与自觉。轻轻一推，与自觉迅速飞出去，融入了淅淅沥沥的春雨里。轰！随后一场暴雨落下，几乎是瞬间，电闪雷鸣，暴雨落下，伴随而来的是浓郁到极致的灵气，随着一场雨也跟着一起落下。你看到这一幕，惊讶到我感悟的雨自觉竟然能引起灵气落下，不可思议！这一场雨落下的灵气是之前的好几倍。你可以肯定，这场雨里的灵气不是世间的灵气，而是天空里的新出现的。你呼吸几下，就觉得体内能量在汹涌提升，你立刻回头喊到：你们3新出现的。你呼吸几下，就觉得体内能量在汹涌提升，你立刻回头喊到：你们3个赶紧过来，盘膝打坐，吸收灵气。这是一次机会。3个小家伙噔噔噔跑来，感受着雨里澎湃的灵气，只是呼吸一下，就是寻常修行半个时辰的量，一下子就呆住了。下一秒，他们面色欣喜的在你身边盘膝打坐，运转功法，吸纳灵气，提升自己。你也在吸收灵气，但你没有和3个小家伙抢，而是将元神寄托虚空，融入暴雨里，开始吸收更高层的灵气。时间你停滞了1年的境界开始松动，再慢慢提升。这一场雨下了1夜，你也修行了1夜，这1夜你吸收的灵气比过去1年你打坐练气吸纳的还要多。之前突破第7境后，过去1年都没有刻意去提升自己，是在沉淀，算是把第7境修为给稳住了。可是昨天1夜，你就把修为提升到了第7境巅峰，新生的灵气太过庞大，也太过精纯，吸纳进入身体，直接推着你的修为不断拔高。7境灵台仙藏，你已经打开了很多，现在你的识海世界真的如一汪海洋，无边无际，可以从里面挖掘许多宝藏。当初生的骄阳照亮了羽化门的金顶大殿，你停止修行，看向身边3个小家伙，他们还在修行身上，气息波动很大。昨夜的灵气对他们来说是大补，现在雨停了，灵气没了，他们还在消化。你没有打扰他们，悄悄地离开，来到茶室里煮一壶茶，认真的思考这1夜的提升。虽然没有突破第8境，但你也领悟了不少道理。天地对众生的看法更加透彻。你疑惑的是，为什么自己一道与自觉可以引起天地灵气的降临？那天地灵气比往日的灵气都要多，都要精纯，就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。你慢慢思考昨夜发生的事情，你激活了沉寂1年的悟性，天领悟与自觉，这本身很平常，毕竟你也沉淀了1年。可与自觉打在淅淅沥沥的春雨里，本身很平常，毕竟你也沉淀了1年。可与自觉打在淅淅沥沥的春雨里，引发了一场暴雨，意外带来了庞大灵气，这就超出你的认知了。要不要再试一试？你想到就做，立刻打出一道与自觉呼。与自觉在羽化门扇门引发了一场雨，可这雨里没有你想看到的灵气，现在又不行了。你皱眉端起茶杯，喝一口，猜测道：难道这与自觉必须要下雨天才有效果？看来要等下一次下雨，我再来试一试。你在内心记住了这件事情。不过我1年的积累也才提升到第7境巅峰，距离第8境还有一段距离。看来这第8境道祖境界很难突破呀。你把目光回到自身，笑着说道：你没有沮丧，这一次没有突破第8境，那就下一次。反正现在羽化门的处境比之前好多了。白云飞在外面给你拖延时间，你自然不解。提到白云飞，你这才想起来，
他已经离开羽化门1年了，也不知道在修行界怎么样了，想来应该无事。白云飞是第8境道祖，境界又有羽化飞升经，还有我传授的其他功法，想杀他，除非第9境出马，或者7、8位第8境高手一起围攻，不然这个天下他哪里都可去的。这样一想，你也不担心了。你点燃檀香，安心品茶，微风浮动，吹响了悬挂在藏经阁楼檐上的铃铛，发出了清脆声音。你体内真气将刚刚突破的气息平复下来。这时藏经阁门口3个小家伙也将昨夜庞大灵气吸收了，腾腾腾的跑到茶室，叽叽喳喳的问：师伯，昨夜的灵气好浓郁啊，一夜的努力超过了我半年的收获。岳大山惊叹道：是啊，昨夜灵气我最后都吸收不了，是我第一次吸收灵气到成了。周天子跟着点头：师伯，这灵气从哪里来的？温星云好奇问道。你看着焦急的3个小家伙，呵呵一笑：这灵气是天上降下来的，只要你们努力修行，往后还会有灵气降临的。那可太好了，昨天一夜已经让我来到第4境巅峰，再来一次我肯定。太好了，昨天一夜已经让我来到第4境巅峰，再来一次我肯定能突破第5境。岳大山兴奋道：我也是第5境不远了。周天子跟着说道：师伯，昨夜你也吸收灵气了吗？温星云关心问道。吸收了，你点头。那师伯突破第8境了吗？温星云满怀期待的看着你，其他2个小家伙也兴奋的看着你，他们也知道现在羽化门大敌太上道很厉害，要是师伯突破第8境，那羽化门底气就足很多。你摇头道：第8境要是那么好突破，也不配叫做道祖，你们太高看师伯了。温星云安慰道：没事，我相信师伯一定可以突破的，师父对我们说过，羽化门的未来就在师伯身上。你笑道：你们就这么看好师伯？那是当然，师伯可是我们的榜样。温星云坚定道。岳大山和周天子也是坚定点头。好了，你们好好的去巩固暴增的修为，把基础打牢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依靠的就是基础。你把3个小家伙给赶走，省得打扰自己。他们长大相处几年后，感情越来越深厚，你才发现3个小家伙都有点话痨的属性。当然这是在你面前，在白云飞面前，3个小家伙话就少了，毕竟白云飞经常闭关，和3个小家伙相处时间很少。将3个小家伙赶走后，你继续喝茶，品悟自己感悟的与自觉，直到夜晚，你元神感应到3个小家伙在各自的房间盘膝打坐，吸纳灵气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。小家伙们如此努力，我这个当师伯的也要努力了。你抬手熄灭了灯，准备盘膝打坐练气，可是下一秒，你眉头一皱，感应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偷溜进了羽花门，而且是朝着藏经阁赶来。此时你刚抬手熄灭灯火，准备打坐练气，却突然眉头一皱，你感应到有人鬼鬼祟祟的偷溜进了羽花门，而且是朝着藏经阁打来。随着白云飞在修行界闯荡出名气，大家都知道现在羽化门内只有大猫小猫2、3只，所以在过去1年里，有很多人偷溜进羽化山门，想偷到羽化飞升经，无一例外都被你暗中处理了。第7境的你，哪怕第8境道祖来了，只要人不多，你都可以悄无声息的处理。今夜你就当作和往常一样，正准备出手，悄无声息解决，对方却突然发现今夜羽化山门来的不是人，一只妖精以元神高高在上，俯瞰整个羽化山门，看到了一只白玉狐狸，透体无瑕，那白毛在月光下极为柔顺。妖精以大为惊诧，这还是你第一次看到妖精，还是传说中的狐妖？狐妖潜入羽化门所为何事？你独坐茶室，元神高悬9天，俯瞰羽化门，看到这只雪白的狐妖，小心翼翼的在寻找什么，最后确定了藏经阁的方位，悄悄潜入。你皱眉，你也是为了羽化飞升进来的狐妖，不知道你在观察他，但依旧十分小心，悄悄潜入。他修为还不错，有第5境修为，所以藏经阁那3个小家伙一点都没有察觉，只有你在看着。白狐进入藏经阁，没有打扰谁，反而小心翼翼的寻找一个书架接着一个书架，他在找羽化飞升经。你挑眉，羽化飞升经可没有写成书册，放在藏经阁内。可看了一会，你发现白狐的目标不是那些修行功法，反而在找羽化门前辈们的传记，这让你一头雾水。一个妖精潜入羽化门藏经阁，不为功法，反而找起了羽化门历代先辈的传记，很诡异。你没有打扰白狐，让他安静找着。白狐翻找得很仔细，他拿过书籍，发现不是自己需要的，立刻就放到原处，不仔细看根本不会发现书册被翻阅过，你也不知道他在找什么。直到白狐翻到了一本书，书上写的是周生生平传记，白狐神情突然变得很悲伤，小心谨慎地将这本书放在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月光下，仔细阅读。月光下，白狐安静且悲伤地阅读着，仔细阅读。月光下，白狐安静且悲伤地阅读着。这一幕让你心灵动，走出了茶室，来到藏经阁一角。你和周生是什么关系？你轻声问道。搜白狐被你吓到了，浑身炸毛，脊柱紧绷，眼神慌乱，低吼一声，爪子抓周生的生平传记，化作一道白虹，迅速逃走。你摇头，能在你手下逃走吗？大手一抓，掌心擒拿，能量汇聚，直接将逃跑的白狐吸回来。第5境的白狐在你面前毫无反抗之力，被你捏住了后颈，剧烈挣扎，爪子想挠你，可距离被你把控得很巧妙，他就是碰不到。别挣扎了，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来藏经阁找周生的传记？你又一次问道。可白狐根本不听，知道自己挠不到，眼睛一红，体内突然爆发一片白色仙芒，十分耀眼，砰的一声，竟然挣脱了你的控制，跌落地上，然后一跃出去。你惊讶地看着羽化飞升经，那白色仙芒你自然熟悉，是你领悟的羽化飞升经。白狐怎么会羽化飞升经？自从羽化门丢失了羽化飞升经后，这么多年只有一个周生，还有你白云飞3个小家伙学会了。一只来历不明的白狐
竟然会羽化飞升经。你看着在山林间急速奔走的白狐道：“看来你和我羽化门缘分不浅了。”下一秒，你的身形化为一阵白烟，悄然消失在藏经阁羽化山门。白狐在竭力奔跑，真的如一缕白烟在山林间飞驰。他很害怕你，不愿意停下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还是叼着周生的传记不肯松口。跑了一会，白狐感觉离藏经阁很远了，才稍微停下来，放下周生的传记，大口喘息。你和周生是没关系。你温和的声音在白狐背后响起，吓得白狐一个机灵，迅速叼起周生传记，再次逃跑。你保持着白狐一样的速度，在后面问他：“你跑不掉，我对你没恶意，不如停下来和我解释清楚如何？”白狐扭头一看，你不虚不急，面带微笑的看着他，吓得白狐使出全部本领，加快了速度。可不管他如何加速，你始终就在身后。白狐跑了一会，浑身大汗淋漓，毛发都染湿了，依旧无法甩掉你。他索性不跑了，停在原地，目光凶狠地盯着你，龇牙咧嘴，妖气弥漫。你没有被吓到，而是伸手指了指周生传记，道：“此人是我的师兄，是羽化门曾经杰出天才。你进入藏经阁，不偷不抢，那些功法秘籍专门找他的传记。你和周生是什么关系？”白狐听到你的话，龇牙咧嘴的，神情缓和，一双明亮的眼珠盯着你，似乎在衡量什么。你态度温和，蹲下来微笑到：“周生的生平，书上记载的不多，你要是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要先告诉我你和周生的关系。”白狐迟疑片刻后道：“我是他的女儿。”声音妩媚如春，3月的微风拂面，让你如沐春风，心生欢喜。不过让你惊讶的是，他说的话，周生的女儿。你震惊地看着白狐，忽然想到，当初周生就是和妖族女子成亲，才触怒了太上道。太上道自诩正道领袖，要维持修行界正义，人妖结合，天理不容，强迫羽化门交出周生，才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。但那是100多年前的事情，当时你还没有进入羽化门。当年成亲的周生不久后就被逼死，他的女儿现在这么小吗？你看着白狐，想起了刚才藏经阁内他体内爆发的羽化飞升经气息，已然相信了大半。周生师兄还有女儿在世，可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你一问道，白狐情绪稳定了些，来回踱步，低声道：“当年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才发现怀了我，所以世人都不知道。母亲为了逃避太上道的追杀，也没有透露我的存在。她怀了10年才生下我。”你惊讶地看着白狐，怀孕10年才生下她，这比哪吒要厉害多了。也许是你温和的态度。白狐继续述说，当年母亲怀我的时候，被太上道的人打伤，导致我先天有缺，本源不足。父亲为了掩护母亲，孤身一人引走了太上道的高手，母亲则找个地方养伤，然后才发现怀了我。当时母亲的伤势是可以治得好，但为了保住我，为了给父亲留下血脉，她不顾自己的伤势，将一身精元输送给我，保我孕育。10年如一日，耗空了自己的。在我诞生后，母亲只陪了我几个月，告诉我这些事情，就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我封印起来，用天地灵脉修复我的先天不足。这一修复就是100多年。前不久我得以脱困，进入修行界，遇到不少人，他们见我皮毛很好，就想扒下来做衣服。我几次险死还生，本想回到百万大山，却意外听到了羽化门的消息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母亲说那是父亲的宗门，所以我就看来了。我进入藏经阁，也是想找到父亲生前的传记，看看父亲的生平，没有其他恶意。白狐凝视你，轻声说道：“你看着白狐，没想到他的身世如此凄惨。父亲被太上道的太上长老杀死，母亲为了生下他，耗尽心血，自己又因为先天不足被封印了100年。出世后又因为毛发精纯被到处追杀，大写的惨。你怎么会羽化飞升经的？”你好奇问道。按道理来说，白狐和周生没有见过面，不可能传授白狐羽化飞升经，难道是通过母亲？狐不解问道：“什么羽化飞升经？”你说到就你狐不解问道：“什么羽化飞升经？”你说到就你刚才在藏经阁内挣脱我爆发的白色仙芒，那是我血脉里自带的，时灵时不灵。母亲说是父亲传给我的。白狐解释道。你惊讶地看着白狐，没想到羽化飞升经还能这样传给下一代。你既然和我父亲是师兄弟，那我就带着父亲生平传记走吧。白狐说道，缓缓后退。等一下，你喊住他。白狐立刻警惕地看着你身体，做好准备，只要你有任何想法，他立刻就逃。虽然很难逃出你的掌心，但他可不会坐以待毙。发现了白狐的动作，知道他很警惕，也不相信，温和说道：“你现在离开，就是给外面的人送美丽的毛发，不如留下来。我和你约法3章，只要你不离开羽化山门，想去哪里都行。我还会传你羽化飞升经。当年你父亲之所以被太上道追杀，就是因为这门功法。你体内的白色仙芒，就是一部分羽化飞升经。难道不想学全了吗？”白狐狐疑地看着你，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，微笑道：“我如果不想让你走，直接抓住你就好了，你肯定逃不掉的，没必要这样浪费口水。”白狐疑惑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你呵呵一笑道：“因为你父亲是羽化门的天才，也是我的恩人。毕竟你第一次激活悟性逆天，就是看了周生的传记，领悟了羽化飞升经，才返老还童，逆势而起。现在看到周生存世的你，你能帮的自然会帮忙。”白狐来回踱步，拿不定主意。你见状转身离开，挥手道别，纠结了。明天早上我会在藏经阁楼顶练气，到时候你过来，我传你羽化飞升经的口诀。白狐看着你背影越走越远，身体也放松了，低声道：“先留下来待几天，看看这个道人会不会传我羽化飞升经，再决定离不离开。”第二天朝霞初升，你在藏经阁楼顶盘膝打坐，采食朝霞，吞吐灵气，周身轻盈，气息飘渺。打坐，采食朝霞，吞吐灵气，周身轻盈，气息飘渺，如云中仙缘。不远处的山峰上，白狐一眨不眨地盯着你，举棋不定。这时你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再不来，朝霞可过去了。要记住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这是最好的修行时间。”白狐撇嘴，但没有反驳，悄悄地靠近。等到他来到藏经阁楼顶的时候，你随手一道白色仙芒洒下，笼罩了白狐，将他吓一跳，紧紧盯着你。你没有多余的动作，打坐闭目，医生说道：“好好感悟，这些芒会带着你学习羽化飞升经的运转。”下一秒，白狐就感觉这些芒
芒进入他的身体，沿着经脉运转，调动起了他体内藏着的羽化飞升经，一起运转。白狐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如同浸泡在温泉里，十分舒服。他看了眼你，然后乖巧地趴在一旁，和你隔着一段距离，安静地感悟。睁开眼睛，看着安静的白狐，露出一丝笑容，总算是取得微弱的心愿。如此这般，一道是一白狐，在藏经阁楼顶安静修行，互不打扰。朝霞在两个人身上拂过，仿佛披上了一层仙光。等到你打坐结束，起身想和白狐打个招呼，他也迅速起身，然后直接跑了，拒绝和你过多接触。你摇头，白狐看样子被人类伤得不轻，戒备心太重，想化解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，需要用时间来抹平。时光荏苒数天，时间转瞬即逝。这段时间，你每天早上都去藏经阁楼顶打坐练气，白狐每次都来距离你一段范围，然后跟着你一起学习羽化飞升经。你没和他说过一句话，但每次都用心将羽化飞升经传给白狐。早上打坐练气结束，白狐立刻就跑了，你也不问他去哪里，反正只要不离开羽化山门就行。除了早上陪白狐休息，你其他时间一如既往看书悟道，始终保持从容淡定，波澜不惊。你按照自己的节奏有条不紊地过着。羽化门内一派岁月静好的气息，哪怕是性格谨慎多疑的白狐，渐渐的也喜欢上了羽化门的氛围。毕竟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尔虞我诈，有的只是一个温和的老道，三个初出茅庐的小道士。这种日子白狐过得很自在，所以每天雷打不动去找你修行，也从未提过要离开羽化门。如此这般，羽化门算是多了一个人口。你这段时间除了用心传授白狐羽化飞升经外，加自己努力修行，也在打探外界的消息。白云飞离开羽化门1年多了，现在在哪里？发生了什么？你一概不知。虽然知道白云飞大概率没事，但万一呢？所以你的元神经常扩散到极限，感知3000里外的人的议论，希望可以从中听到白云飞的消息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这一日还真让你听到了，有人在议论。这段时间，太上道高手陆续从百万大山撤出来，听说是幼年麒麟没抓到，是能抓到。幼年麒麟可是妖族的希望，只要成长起来，未来必然是妖族领袖。那些顶尖大妖岂能让太上道抓走幼年麒麟？也对，听说打了好几次，死了好几位第8境道祖，太上道撑不住，才撤出了百万大山。太上道在百万大山丢了面子，肯定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。羽化门掌教白云飞危险，你是说太上道要对付白云飞？掌教肯定的呀。白云飞过去1年那么高调，太上道岂是那么好脾气的人？之前没动作，还不是因为门内高手不在，现在高手回来了，一个白云飞正好拿来立威，那白云飞完蛋了。太上道第8境高手可不少啊。是啊，就看白云飞能不能逃走了，不及时逃走可是很危险的。太上道高手在百万大山里没有收获，没有抓到幼年麒麟，现在全都回来了，他们有精力对付白云飞了。之前太上道想对付羽化门，需要找魔门的第8境道祖出手，可见当时太上道门内人手短缺，但现在没有这个问题，所以白云飞很危险。不知道白云飞在哪里，不过我都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应该早知道了，希望他不被太上道那些道祖找到。你担忧说道，虽然担心，但你没有任何办法，你也不知道白云飞在哪里，如果知道，还能赶过去给予一点帮助。现在你能做的，就是在藏经阁继续参悟大道，提升自己，等待白云飞回来。岁月不以目，光阴不待人，自从知道太上道有精力对付白云飞后，你就加快了修行步伐。转眼1个月过去，夏季到来，羽化山门的树木变得苍翠，百花盛开，万物生机勃发。藏经阁前，云海翻腾，遮住了藏经阁。藏经阁顶峰，你和白狐在安静打坐，默默修行。朝霞已退，红日初升，你停止打坐，睁开眼睛，看着蜷缩成一团的白狐，神情温和。白狐修行和人类不一样，它都是把自己蜷缩成一团，然后吸纳天地灵气，让灵气进入体内，凝结成液。经过1个多月的相处，白狐虽然还不愿意靠近，但你能感觉到白狐对你有了简单的信任。一开始要是你结束修行，它肯定也结束修行，然后快速离去，藏起来不见人。但现在你结束修行了，白狐还在修行，这就是信任。没有打扰白狐修行，而是看向了云海。白云在眼前翻滚，遮拢了群山，挡住了阳光。今天的云雾格外的大，在狂风席卷下，变化着不同的模样。1个月了，也不知道白云飞现在怎么样。你叹息一声，非常担心。1个月前，你听到太上道高手从百万大山回来，就知道按照太上道那是睚眦必报的性格，一定会去对付白云飞。所以这1个月，你每天晚上都会元神出窍去打探消息，但一无所获。无论是白云飞还是太上道的消息，都没有最新的，这让你很担心。可你只能等待。这段时间，你非常努力，青灯黄卷，夜夜不眠，将自己第7境巅峰的修为稳固，道行趋于圆满，但迟迟没有突破第8境，感觉知道这是急不来的。此番看着云海在风的吹拂下不停的变化，你渐渐的入了神。白云翻滚，一下子变成了鱼儿，一下子变成了巨猿，一下子变成神龙，一下子变成了蛮象。在你的注视下，忽然一阵微风袭来，白云竟然凝聚成了一朵花，那花盛开得很美。清晨阳光照射下，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。你眼前一亮，你的眼前出现一行字：你观看云海，激活悟性，逆天领悟花开彼岸天。这一次你直接顿悟，脑海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道韵。那花开之后，一夜一世界，踏过那些世界，便可以抵达彼岸。这道韵意象也和你之前感悟的道韵意象结合起来，海上生明月，
湖海中金莲鱼跃，此时海花开彼岸天。这是你感悟的所有道韵。此外还有一个雨自觉，但雨自觉没有多少攻击性，不算在其中。四大道韵也可以说是四大意象，在你体内一起共鸣。这一刻你没有醒来，你在持续悟道，将四大道韵、四大意象结合起来。这一刻你周身道韵流转，散发着神秘的味道，一下子惊醒了白狐。白狐狐疑地看着你，发现你在顿悟，便不敢打扰，迅速退后，远远看着藏经阁顶峰上的你，盘膝打坐，白衣似仙，周身散发着奇妙的磁场，引动天地灵气，汇聚在那云海里。随着你不断感悟，云海也在不断变化。明明是白天，可云海上却升起一轮皎皎明月，洒下了温和的月光。在月光下，一朵金莲盛开，随后一条大白鲫鱼从云海里跃起，眼含阴阳，带起了另外一朵彼岸花。这一幕美的不似人间，看呆了白狐。他只觉得眼前这些画面太好看了，却不知道这几种道韵、几种意象叠加起来究竟有多厉害。直至傍晚，月亮真的升起，你才醒过来。那云海散去，那皎月金莲、大白鲫鱼、彼岸花全都消失，如镜花水月，唯有你哈哈一笑，神清气爽。这一次激活悟性，逆天领悟了花开彼岸天。虽然没有打破第八境的门槛，但你一身力量、道域、元神强度都得到了大幅增加。你之前的力量是550百项，此刻直接拔刀到1000龙1000项，你的元神强度直接扩散到4000。这个力量强度和元神范围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第八境道体，但你就是没有突破，始终还差了那么一丝。云海里的异象是你造成的。白狐缓缓靠近，震撼地看着你问道：“你点头道那是我在悟道，那种手段恐怕仙神也不过如此了吧？”白狐喃喃道：“那你可太小看先生了。”你微微一笑，还想继续说什么，却突然感觉到在羽化山门外4000里处有可怕的能量波动爆发。你的元神顷刻间蔓延过去，看到了8位第八境道祖在围杀白云飞。白云飞浑身浴血，脸色煞白，气息不稳，以一敌8，边战边退，朝着羽化门而来。那8个追杀他的第八境道祖，个个神情冷酷，出手狠辣，且配合默契。8个人庞佛是一条心，将白云飞的攻击都化解的差不多。哪怕白云飞有羽化飞升经，也无济于事。白云飞你跑不掉，今日你必死。你死了，羽化门也会随着你烟消云散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会搜魂，将羽化飞升经拿到，传承下去。白云飞你是很厉害，但我们兄弟8个从拜师就在一起，早就心意相通，修行无相大法过100年，8个人联手，第9境都能碰一碰。你哪怕有羽化飞升经，也不过如此。白云飞你千不该万不该得罪我。太上道之前是我们没有精力对付，可一旦腾出手，杀你如杀一只蝼蚁。太上道8个道祖你一言我一语，讥讽着白云飞，白云飞则一言不发，往羽化门跑去。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师兄令九凤联手破敌。太上道8个第八境道祖联手追杀白云飞，步步紧逼，将白云飞打得节节退后，已经逼近了羽化山门。不愧是羽化门掌教，就连死也执着跑到羽化门，和羽化门共同羽化。一个第八境道祖看着狼狈不堪的白云飞，嘲笑道：“可惜啊，羽化门已经不是300年前的羽化门，哪怕你跑回来，也无人能救你。”白云飞乖乖交出羽化飞升经，我们还能给你最后的体面。是啊，要是被我们抓住展开搜魂，那可是生不如死。太上道第八境道祖们不断用言语攻击白云飞的心肺，希望让白云飞妥协。白云飞浑身浴血，脸色难看地凝视着8位第八境道祖，讥讽道：“以前就听说搜魂这种手段，魔门用的最熟练，但是现在看来，魔门不如你们太上道。成王败寇，杀了你灭了羽化门这件事情谁知道？羽化门覆灭后，我看谁敢对我太上道说3道4。这是修行界弱肉强食，所谓的正道魔门，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。”太上道的道祖们不屑地看着白云飞，唰的一下，趁着白云飞说话间的短暂时间，呈现包围姿态，将白云飞围起来。我必须承认，羽化飞升经真的很厉害，让你这个刚刚突破第八境的，竟然能够抵挡我们8个人联手攻击这么长时间。是啊，难怪100年前周生会让第9境老祖亲自出手。羽化飞升经不愧是修行界的奇经。白云飞被围住，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是逃不出去，索性冷静下来，自嘲道：“看来我和周生师兄还是有差距啊。同样是第八境，同样修行了羽化飞升经，他就能引出第9境出手，而我就不能。自从100年前周生那件事后，老祖亲自挑选了我们兄弟8个培养，同吃同住，修行同样的功法，万法归元。我们虽然不是同胞兄弟，但早就心意相通，8个人联手，第9境也可以抗衡。所以这一次不需要老祖亲自出手，我们兄弟就可以了。”一个鹰钩鼻道祖冷漠道：“白云飞能死在我们兄弟手下，你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”太上道8位道祖一起抬起手，导运在掌心，只需要轻轻一拍，8个人一起施展无相大法，便可以击杀虚弱的白云飞。哪怕有羽化飞升经，也无济于事。白云飞喘着粗气，凝聚起全身力量，背后一片仙光浮现，他要殊死一搏。尽管希望渺茫，但坐以待毙可不是他的风格。8位道祖一起施展无相大法，顷刻间能量翻涌，化作一方天地，直接压迫下来。白云飞的羽化飞升经，仙光抵挡，一下就被轰碎了。他太虚弱了，一路打斗，浑身浴血，早已经油尽灯枯了。白云飞见这一眼神灰暗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藏经阁里，你神情健朗，往前一步踏出，站在了满天星斗下。你那恐怖至极的元神骤然发力，控制着天地能量，然后狠狠一抓，轰隆隆！这一瞬间，天地间灵气暴动，羽化山门附近晚风受惊，疯狂席卷天地。大道在这一瞬间直接朝着白云飞方向涌动。千里之外，白云飞处，8位道祖本来胜券在握，毕竟白云飞已经油尽灯枯了。可是下一秒，他们齐齐脸色大变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羽化山门的方向，那里有一股浩大的大道之力，如涨潮的海水疯狂拍打过来。东下一秒，他们被大如涨潮的海水疯狂拍打过来。东下一秒，
他们被大道之力包围，狂风怒吼，乌云翻滚，星光爆裂，一缕缕一道道如雷霆一般，直接淹没了太上道8位道主。任他们如何挣扎，也无济于事。大道裹挟着他们，在白云飞的眼前，像是坠入大海的人难以逃脱，只能被海浪吞没。白云飞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刻，天地间的道有迹可循，清晰可见，有一条水墨色彩的大白鲫鱼跃出大道海浪，然后直接一口吞了一位第8境道祖。这位第8境道祖根本不知道，这大道演化的大白鲫鱼那么可怕，直接被碾压死亡。一位第8境道祖死亡，无相大法的8人阵型立刻溃散，他们的抵抗更加显得那么微弱。黑夜下的白云星光不住地翻涌，大道如水泛起波澜，一朵金色莲花出现，镇压了一位第8境道祖。与此同时，在这一片大道海洋上空，升起了一轮明月，皎皎月光下，直接定住了2位第8境道祖，将他们的力量和元神全都吸干了。最后一朵娇艳的彼岸花出现，带走了一位第8境道祖。顷刻间，5位第8境道祖被你组合起来的道运意象击杀，吓得其他3位第8境道祖肝胆俱裂，急急忙忙的后退，想快速逃跑，可大道还在席卷，他们竭力挣扎，难以逃脱。而那明月寄予金莲，彼岸花还在虎视眈眈。这一幕看呆了白云飞，随后他就笑了，直接狂笑。他认的那条大白鲫，那是师兄领悟的道运，师兄来救他了。白云飞在狂笑，可太上道剩余的3位第8境道祖吓得都要尿了，惊恐地喊道：“到底是哪位前辈出手？晚辈太上道弟子家是太虚道人，前辈我们无意打扰，只想杀了白云飞，如有冒犯，甘愿磕头谢罪。”这剩下的3个第8境道祖已经被吓破了，看着这道运流转大到海洋一般的盛况，早已经认定出手的人是第9境的绝世高手，所以吓得求饶。白云飞见状，哈哈大笑：“你们现在知道怕了吧？什么前辈？这是我师兄，有他在太上道想灭我羽化门，下辈子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”此言一出，太上道剩下的3个道祖立刻面如死灰，不敢置信，道羽化门还有这样的高手。可回答他们的只有那只大白鲫鱼。天地间的道不断翻滚，大白鲫鱼所到之处，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第8境道祖。太上道的高手根本反抗不了，有海上生明月镇压，有花开彼岸天协助，有苦海中金莲固定，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白继续一个翻身，无尽海浪将他们淹没。藏经阁顶端，你站在月色和星光下，元神看着自己的战果，不由得微微心惊。你知道自己领悟的几种道意象都很厉害，单独施展第8境内也是少有敌手，但你没想到组合起来威力竟然如此可怕。太上道精心培养的8位第8境道祖，同同吃同住，修行同一功法，心意相通，绝对很可怕。可在你的道运印象叠加下，显得那么弱小，不堪一击。可实际上，他们已经将拥有羽化飞升经的白云飞逼到绝境。如果不是你出手，白云飞肯定逃不过这一劫。凝视着那一处战场，你眼前忽然出现一行字：你将道运意象叠加，激活悟性，逆天领悟岁月史书。岁月史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立刻查看自己脑海里的信息，难道又是一门道运意象？但你惊讶地发现，岁月史书不是道运，也不是意象，更不是一门功法。岁月史书是一本特殊的书籍，可以容纳你领悟的所有的道运意象，比如你领悟的鱼跃此时海，花开彼岸天，苦海中金莲，海上生明月，单独施展威力不弱，组合起来施展威力更大。可这些都是你自己施，如果将这4大道运意象镌刻在岁月史书上，以岁月史书催动，那就等于大史书上以岁月史书催动，那就等于大道在施展，威力更加爆炸。而且以后你领悟的其他道运意象也都可以镌刻在岁月史书上，可以进行融合。简而言之，岁月史书是大道具象化的一本书，本身没有多少威力，可是它可以让镌刻进来的道运意象发挥超乎寻常的威力，这就很可怕。你看完后又惊又喜，虽然现在岁月史书上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，可只要你持续走下去，持续将自己领悟的道运意象镌刻在上面，那么岁月史书是可以和你一起成长下去的。等到你领悟万般大道，岁月史书也就承载了万般大道。岁月史书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可它有无限潜力。我要立刻将4大道运意象镌刻上去，迫不及待。开始趁着白云飞还没有回来，你开始将自己领悟的道运意象一点一滴融入岁月史书上。藏经阁楼底有一白衣仙人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自己的事情，你的背后有道运波动如水一般浮现，一本书籍，黑白水墨色，透着神秘味道，和大道相连，让空间如水一般泛起涟漪，环绕着你这本书。翻开第1页，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将自己领悟的鱼跃此时还镌刻上去，当鱼跃此时还镌刻上去后，岁月史书微微一震，第1页上出现了一只水墨画里的鱼儿，那鱼儿眼含阴阳，畅游在大道海洋里，越发的神秘，带着大道气息和你交相呼应。你专心致志，陆续将剩下几个都镌刻上去。背后的岁月史书翻开了第2页，海上生明月，化为一泼浓墨，浇筑在第2页。一片漆黑的汪洋，一轮皎月升起，驱散黑暗，照亮了海面。海上倒映着明月。忽镌刻好第2页后，你只感觉身体一震，一直以来禁锢你的第8境屏障悄无声息地打开了，月色如水，无穷的能量涌入你的体内，星光如炬，提升着你的实力。咚咚，这一瞬间，你的肉体力量在不断拔高，直接1000龙1000象的增加。但你没有在意这个，反而全心全意的将剩下领悟的道运意象镌刻进岁月史书。苦海重金莲镌刻在第3页，花开彼岸天镌刻在第4页，与自觉镌刻在第5页。与自觉也是你领悟的道运，虽然没有意象也没有什么威力，可与自觉能将天地里新生的灵气引下来，这就足够你它镌刻上去了。当你将自己领悟的道运意象
都镌刻好了，你突破的气势也随之停止。你立刻查看身体，5000龙5000象，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。稍微用了一握拳，你感觉好似能拳破苍穹。我这一拳下去，第8境道祖绝对会被锤死，你十分肯定的。对比你刚刚杀的8位第8境道祖，他们很强大了，可你有绝对把握再来一次。就算不用道运异象，你一拳一个，绝对不会出第2拳。不知道现在的我对上第9境有多少胜算，你无法肯定，毕竟你从未见过第9境出手，不知道第9境到底多强大。但从过往看的一些书籍里，也可以窥见一二。第9境绝对远超第8境，不是那么好逾越的。就在你思考的时候，虚弱的白云飞终于赶回来了。你将自己领悟的道运异象融入岁月史书后，虚弱的白云飞终于赶回来了。师兄，师兄！白云飞直奔藏经阁，他现在迫切想见一见你。听到白云飞的声音，立刻从楼顶飞下来，见到了浑身是血的白云飞。你没事吧？你关心问道。白云飞摆手道，都是一些皮外伤和内伤，不算严重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你放心了。看着娃娃脸的白云飞道，你应该早点回来。太上道的高手都从百万大山回来，必然会对付你的。白云飞后悔道，我也没想到太上道私底下培养了这8个弟，他们施展无相大法，我还真的打不过。私底下培养了这8个弟，他们施展无相大法，我还真的打不过。早知道师兄这么厉害，我就早一点回来，也不用这么惊险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你安慰白云飞，多谢师兄的救命之恩。白云飞郑重地对你说道。你笑着道，咱们是兄弟之间，还说这个就生分。白云飞看着风神如玉、仙风道骨的你，羡慕到师兄突破第8境了。就在你回来前一刻，突破你点头道，恭喜师兄，贺喜师兄。这一下我羽化门就不怕太上道。白云飞大喜，笑着道，还是要低调。太上道有第9境存在，你摇头道要给师兄时间。第9境算什么，在师兄面前都是土鸡瓦狗。白云飞现在对你已经盲目信任了。你看着浑身浴血的白云飞，说道，你先去洗漱一下，我们随后再聊。白云飞点头，他确实很疲惫，一路上备受打压，外伤内伤不断，压力巨大。现在回到羽化门，见到你紧绷的情绪才缓解下来。你目送白云飞去洗漱，自己则来到茶室，先将茶水泡好，等待白云飞洗漱完。过了一会，白云飞穿着白云色道袍，浑身气势的走来，直接倒在了茶室的床榻上，双手枕头，感慨道，还是师兄面前轻松，任何地方都比不了，在你面前，白云飞莫名舒心，好似再大的压力他都不怕，真顶不住。后面还有师兄，这1年多在外面感受如何？你为白云飞倒一杯茶，温和问道，感受如何？白云飞仔细想想，一手撑头，说到修行界很不太平，道门太上道一家独大，行事霸道，和各大势力都有摩擦，但他们实力强大，别人也不好招惹，只能忍让3分。除此之外，魔门最近出了好几位天才道祖，号称同阶无敌，将魔门名声振兴了，已经可以和太上道相提并论。另外佛门听说有罗汉降世，佛祖转生，虽然低调，实力不容小觑。海外势力这些年也扩大不少，草原的元气门、塞外世教都有绝世天才诞生。除此之外，散修里也崛起了不少厉害人，有好几个我都不敢说稳胜。白云飞将外你的情况一一道来，怎么感觉天才一下子全都涌出来了？你疑惑道，应该和天地灵气有关。白云飞猜测道，天地灵气？你眉头一挑，想起了自己前不久用于自觉激活的那些新生的灵气。白云飞点头道，我和很多人聊过，他们都感觉这个世界天地灵气在慢慢增加，肉眼分辨不出来，需要经年累月的观察才能发现。这样说来，这个时代的灵气确实比我们100年前拜师羽化门的时候多了不少。你回忆起当年自己刚开始修行，那天地灵气贫瘠的好似种不出稻谷的农田，再结合前不久一道与自觉，就能引下来那么多新生的天地灵气，也似乎在印证白云飞说的，天地灵气在增加，各大势力都有天才涌现，似乎标志着一个修行盛世即将拉开。师兄，你现在突破第8境，那我们需不需要振兴羽化门？白云飞忽然问道。现在羽化门只有几个人，勉强保持着，羽化门传承不灭，想要发扬光大，肯定要招收弟子，培养下一代。你看着白云飞，平静道，你是羽化门的掌教，这是你该考虑的事情。招收弟子，那你就必须认真教导。现在羽化门可没有人能教导新弟子，你是不会去教导新弟子的。你教导出温星云3人已经足够了，有那个精力，你还不如多领悟一些大道功法。那还是暂缓吧。现在天地灵气在缓慢增加，我还想早日突破第9境，这样也不用事事都需要师兄出手。白云飞想了想，还是摇头道，这一次太上道8位道祖死了。还是摇头道，这一次太上道8位道祖死了，他们肯定会报复的，先把太上道的雷霆之怒挡下来，那样不用我们宣传，世人都会知道羽化门重新站起来了。你说到有师兄在，太上道第9境的老祖不出事，谁能威胁到我羽化门？白云飞傲然道，万一太上道第9境老祖突破了第10境呢？你反问道。白云飞愣住，迅速坐起来，严肃地看着你，应该不会吧？你自己都说了，现在天地灵气在缓慢增加，那么多天才如雨后春笋冒出来，凭什么太上道第9境老祖突破不了？你平静道，那师兄要尽快突破，真的让太上道第9境老祖突第10境，那真的危险了。我从很多书里看到过，第9境和第10境的差别宛若云泥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白云飞皱眉道，我会努力的，但你们也要努力。你点头道，我们修行哪里有师兄快啊？师兄是一朝顿悟，举霞飞升，我们只是沾了师兄的光，不然现在我都没有办法突破第8境。白云飞摇头失落道，如果你不传他羽化飞升经，那他到现在都无法突破第8境。至于第9境，白云飞估计没个100年他都无望，100年时光太长了。你轻笑一声道，或许要不了多久，你就能突破第9境了。白云飞狐疑地看着你，他不知道你的自信从哪里来的，他自己可没有这样的信心。你没有解释，而是看向窗外的天色，喃喃道，明天应该会下雨。白云飞更是一头雾水，不明白明
明天夏雨和他突破第9境有什么关系？好了，你先去养伤吧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你挥手让白云飞离去，白云飞只好带着疑惑离开，回到金鼎大殿慢慢疗伤。茶室里茶香袅袅，你端起茶杯喝一口，轻声道：“不知道明天雨自觉能引多少灵气下来。”第二天果不其然，下雨了，电闪雷鸣，狂风怒吼，山林间被这一场雨冲刷着。羽化门藏经阁，你今天没有去楼顶和白狐一起休息，而是站在藏经阁门前欣赏这一场。白狐陪着你，安安静静站在你身边，雨声淅淅沥沥地拍打着藏经阁的屋檐，坠落下来，形成了雨幕。雨声淅淅沥沥地拍打着藏经阁的屋檐，坠落下来，形成了雨幕。你在看什么？白狐很不理解你声音，这雨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微微一笑道：“马上会有一场灵气伴随着雨一起落下，你多吸收一些。”白狐狐疑地看着你，哪里来的灵气？你没有解释，而是伸出手在虚空滑动，不一会，一张雨字诀被你画出，然后对着雨滴打出去，字诀飞入雨里，直接消融不见。随后轰的一声，羽化山门附近落下的雨里夹杂着滂沱灵气，这一刻整个羽化门的灵气以几百倍、上千倍的速度在增加。白狐瞪大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你，真的有灵气伴随着雨落下。你感受到白狐的惊讶，轻轻一笑，还不抓紧时间修行？白狐闻言立刻修行，就在你的身边，也没有离开。他现在对你的信任与日俱增，早就不是一开始那样。雨继续落，灵气继续在增加。金鼎大殿正在养伤的白云飞忽然间惊醒，感受着天地间汹涌澎湃的灵气，不可思议道：“这么多灵气，发生了什么？”这一刻，他想起了昨天师兄说的那些话，难道是师兄造成的？白云飞坐不住，立刻起身前往藏经阁。等到他赶到藏经阁，便看到你一袭玄色道袍，站在藏经阁门前，吸收着浑厚的灵气。在你脚边有一只纯白的狐狸，好似雪梨走来，美丽娇艳，正在安静吸收灵气，背着你一动不动。师兄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白云飞震惊地看着你，颤抖着问道：“你不是都看到了？”你睁开眼睛，微笑道：“这些暴增的灵气都是师兄引下来的。”白云飞震撼地咽口水，这些灵气都是存在天上的，我只是恰巧把它们引下来了。随着这一场雨洒落在羽化山门附近，你如实道：“这灵气也太多了吧？”白云飞不可思议道，欣喜交加，看着你就差五体投地的跪拜。昨日我说了，你很快就能突破第9境。你微笑道。白云飞彻底服了道，以后师兄说的话，在我这里就是金玉良言，不会再有一丝怀疑了。你笑骂道，还不赶紧回去好好吸收灵气，这一场雨后灵气就会减弱的，抓紧时间，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。白云飞点头，立刻就想飞到金鼎大殿去吸收灵气，可他眼角余光看到了白狐，好奇问道：“这是师兄养的妖狐？”他自然看得出来，白狐已经有第5境巅峰的修为。你轻声说道：“她是周生师兄的女儿。”白云飞震惊地看着白狐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等这一场雨下完，我再给你解释。你先去吸收灵气吧。你说得好。白云飞点头，把心头的诧异压下，飞到金鼎大殿，立刻开始吸收灵气，毫无顾忌，疯狂吸收。这一刻，他身上的伤势迅速痊愈，整个人的气势缓缓提高。轰隆隆，雷声轰鸣，狂风暴雨持续地下。羽化山门内，大家都在吸收灵气。白狐在你身边吸收，白云飞在金鼎大殿里吸收，温星云3人更是经历过，所以第一时间就开始吸收灵气，提升自己。而你也和之前一样，元神来到高天，吸收澎湃的灵气，将自己身边的灵气都留给了白狐。要是你和白狐一起抢灵气，那白狐会一点都吸收不到的。这一刻，你体内能量沸腾，灵气激荡，将你刚突破第8境修为稳固住，并且持续。当雨停了，暴增的灵气也跟着停了。羽化山门附近，因为灵气暴增，草木疯长，很多生物都开始诞生属于自己的意识，它们也在吸收灵气。至于未来能否化形，就看它们的造化。当雨停了，灵气暴增也缓缓消散。白云飞第一时间来到藏经阁，找到他一眨不眨地盯着白狐，神情复杂，问你周生师兄还有一个女儿在？你点头，将白狐凄惨的身世娓娓道来。白云飞听完，怜爱地看着白狐，师兄还有一个女儿在？你点头，将白狐凄惨的身世娓娓道来。白云飞听完，怜爱地看着白狐，叹息道：“这白狐太苦了，父母离世，无依无靠，好在遇到了师兄，传授他羽化飞升经，也算是我羽化门对周生师兄的一点补偿。”你点头，你也是这样想的。当年羽化门没有护住周生，这是一大遗憾。当年周生被逼着离开了羽化门，独自面对太上道的压力，以至于最后夫妻双双死亡。这期间羽化门没有帮上忙，和白云飞作为现在羽化门辈分最高的长辈，对周生始终带有一丝愧疚。现在看到白狐，自然是当后辈一般对待。就在你和白云飞注视白狐的时候，他的体内突然一股能量爆炸，直接冲破了境界。白狐吸收了太多灵气，突破了第5境，进入第6境。他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了你和白云飞温和的笑容。白狐下意识地靠近，他不认识白云飞。你介绍道：“这是羽化门掌教白云飞。”白狐冷冷地看着白云飞，没有丝毫亲近的打算。他对你亲近，可不代表他也对其他人亲近。好在白云飞娃娃脸，天生亲切，微笑地看着白狐，说道：“我已经知道你的来历，周生师兄的女儿，那自然是我羽化门的人。从今往后，羽化门就是你的家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。”白狐闻言，虽然没有亲近白云飞，可眼里那冰冷的拒之千里之外的表情缓和下来。白云飞看出了白狐对人的警惕，也没有靠近，对你说道：“师兄，既然白狐对你亲近，那以后你多指点他，咱们把他培养出来，算是对周生师兄有个交代。”你点头，白狐对人充满警惕，也就对你稍微亲近一些，也只能你来教导了。师兄，我去看看那3个小家伙。白云飞转身告辞，你目送他离去，然后看向白狐，问道：“认识你这么久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白狐缓缓踱步，看着你，开口道：“母亲说父亲生前给我取了名字叫白灵，那我以后叫你白灵吧。”你微笑道。白
白灵看着你，轻轻，生前给我取了名字叫白灵，那我以后叫你白灵吧。你微笑道。白灵看着你，轻轻点头。藏经阁很大，里面很多房间，你选择一间住进去，以后别在荒郊野外生活，这里是你的家，没有人欺负你的。你指着身后的藏经阁说道。白灵踱步，不大情愿，但是面对你温和的双眸，他还是勉为其难的点头。你笑着道走，跟我回家吧。白灵怔怔地看着你，眼眸里有了以往不曾有的色彩。家从出生后到现在，他从未体会过这个字的意思，但是现在他在你身上感受到了。白灵慢吞吞地跟着你进入了藏经阁。随着白灵进入藏经阁，羽化门内部也平静下来。之前那场雨落下，让白灵突破了第5境，进入第6境。与此同，温星云3个小家伙也都来到了第5境。虽然羽化门现在人少，可都是潜力十足。你和白云飞都是第8境，随后是白灵第6境，剩下就是温星云、岳大山、周天子3个第5境弟子。这个战力已经可以抗衡一般的一流宗门了。毕竟你和白云飞虽然只有2个人，可寻常时来的第8境，在你们这可不够看，唯有那些超一流宗门比不过，比如太上道。当然了，太上道那第9境老祖不出山，羽化门可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10天，羽化门很安静，都在努力修行，消化突破后的感悟。可外界不平静，尤其是太上道。太上道山门处掌教大殿，黑色是主色调，庄严肃穆，带着一丝果断和冷酷。此刻太上道掌教太玄真人面色难看地盯着面前的探子，咬着牙问你确定？羽化门内一派祥和，汉子在太玄真人的威压下瑟瑟发抖到小人，确定？小人假扮散修，观察那羽化门几天，确定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一派祥和，呼太玄真人气都火3丈，气势控制不住地散发一张老脸，气得铁青怒道：那我太上道8位道祖呢？无人回答，汉子瑟瑟发抖，面对太玄真人的怒火，他不敢乱说。至于那8位道祖下落，他不敢乱说。至于那8位道祖下落，他真的不知道，消息都打探不明白。我要你何用？太玄真人怒不可遏，掌轰出探子，整个人炸开，化作血雾，即将散落一地的时候，一个黑衣道人进来，拂袖一挥，血雾直接消失。黑衣道人面相凶狠，深眼窝鹰钩鼻，十分好认，他是太上道长老长阴道人。掌教消气。长阴道人安慰道：我怎能消气？那可是老祖亲自培养的8位道祖，修行的还是无相大法，早就心意相通，是我太上道的底牌之一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出手。太玄真人咬着牙怒道，身上的道袍被他体内真气激荡的飞舞，足可见他内心的愤怒。长阴道人深深皱眉，低声道：掌教，由此可见羽化门不简单，现在鬼都知道羽化门不简，我太上道前后后折损了9位道祖，等老祖出来，你叫我怎么和他交代？这8位道祖对太虚老祖突破第10境有很大作用，现在音讯全无，老祖发怒，咱们一个都逃不掉。太玄真人焦急道。长阴道人眉头皱得更深，显然太玄真人的话让他也意识到太虚老祖那边不好交代。太虚老祖闭关快50年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关，到时候等他老人家出关，我们跪在门口请罪。现在的问题是羽化门该怎么办？长阴道人沉声道。太玄真人深吸一口气，压下愤怒，阴沉着脸道：8位道祖下落不明，羽化门没有任何事情，这你叫我如何对付？长阴道人叹口气道：本以为这一次的安排万无一失，哪里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太玄真人十分不解，道那8位道祖从小在一起，心意相通，联手的话，第8境内所向无敌，怎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？难道太玄真人忽然想到很可怕的事情，震惊地看着长阴道人。长阴道人迅速摇头，如果羽化门内有第9境高手，岂会衰败成这个样子？可不是第9境，谁能让那8位道祖消失得无影无踪？太玄真人疑惑地看着长阴道人，会不会是其他势力的第9境出手，帮了羽化门一把？